仙宗60年来第一次招收弟子，街道上就挤满了想要成仙的凡人，而你每天也都会准点到地排队。可奇怪的是，每次快要排到你时，已经都会主动将位置让出。负责维持秩序的仙人见我行为怪异，不免心生疑惑。哎，这位小兄弟，我见你一连来了3天，可每天一到这时辰就走，不知是有何急事？见仙人主动发问，你也不敢隐瞒。我家中还有爷爷卧病在床，每隔一段时间就得为他翻一下身，我是怕回去晚了，他老人家难受。听清缘由，仙人微微颔首，略感欣慰，继而轻笑开口：原来如此，小兄弟，你若是嫌排队慢，我亦可为你测试灵根，只是你灵力较杂，可能会产生些许疼痛。闻言我先是一喜，但笑容却很快收敛。多谢仙人好意，可我听说一旦被测出灵根，就会被带回仙宗修行，几年都未必能回来一次。若是我去了仙宗……说完我把头埋得很低，转身踏上了回家的路。你何尝不想成为那种飞天遁地的上仙？但一想到床上那个除了你谁也没有的爷爷，站在这里的每一秒都像是一种背叛，所以你放弃了。一回到家，你熟练的帮爷爷翻了个身，又端起水碗，小心的喂他喝水，咕嘟咕嘟。哈，爷爷喝完水，舒坦的叹了口气，你扶着他慢慢躺下，他却突然开口：乖孙子，测出什么灵根了？他问的漫不经心，像是怕给你压力。你撒了个谎，一个为了能留下来照顾他的谎。爷爷，上仙说我没有灵根。结果爷爷的脸瞬间就沉了下来，猛地一声怒喝：莽撞之人，你敢骗我！老子当年捡到你的时候，就用最后的法力探过你的身体，你明明有灵根。这一吼直接把他的老底都给掀了。原来他曾经也是个修士，因为偷学了道门的绝学，被打到修为被废，一路逃到这，在苍云山脉上捡到了还是婴儿的你。这10年来，他的伤越来越重，身体一天天腐朽下去，全靠你挖野菜悉心照料才活到今天。他气得剧烈咳嗽起来，脸都憋紫了。爷爷，你怎么了？你赶紧上前给他顺气。他好不容易缓过来，死死地盯着你。你为什么不测？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你沉默了很久，终于还是说了实话。我要是测出灵根，被道门带走了，谁来照顾你？你说这话时，眼神无比坚定，好像成仙的机会在你眼里一文不值。爷爷冷哼一声，别过了头。爷孙俩就这么僵持着，屋里异常的寂静。最后还是爷爷先开了口，声音疲惫：子安，去做饭吧。好，你立刻起身去洗背篓里的野菜。看着你又在摆弄那些野菜，爷爷似乎是彻底腻了。子安，爷爷这身子骨，不吃点好的怕是扛不住了。把那只翠羽鸡处理了吧。你手里的动作一顿，那只鸡是你们省了多久的口粮才换来的？本来指望它下蛋留着过冬的，现在吃了，这个冬天怎么过？吃了鸡，你的病就能好吗？你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道。爷爷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于是你不再迟疑，手起刀落，3下5除2，那只才4斤重的翠羽鸡就没了。晚上你用鸡和野菜熬了一大锅汤，你小心地把每一块肥美的鸡肉都挑出来，一点一点喂给爷爷。等爷爷吃饱了，你把锅里剩下的鸡肉全捞了出来，用碗装好，准备留到明天。你自己就着锅底的汤汁和野菜碎末，稀里糊涂地扒拉了几口。这一切爷爷都静静地看在眼里。他突然开口，声音平静的可怕：子安，剩下的鸡肉你吃了吧？不行，你想都没想就拒绝。我吃了。爷爷，你的病怎么办？哼哼。爷爷发出一阵沙哑的笑声。爷爷刚才骗你的，我的病根本好不了，而且我能感觉到自己快不行了。你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就继续说，我马上就要走了，没了那只鸡，你活不过这个冬天。想活下去，你只能去九霄道门。我不走。你冲着他喊，我要留下来照顾你。你稚嫩的脸上是与年龄不符的固执。傻孩子。爷爷大限已至，他叹了口气，你帮我把衣服解开。你按照他的指示，一层层揭开他破旧的衣物，在他的胸口，一本厚厚的书被布条死死的捆着。拿下来。你取下那本书，翻开一看，里面一片空白，一个字都没有。封面是玉石做的，连个书名都没有。爷爷，这是什么？爷爷这一辈子就栽在这东西上了。他感慨一声，语气里满是沧桑。记住这本书藏好，别让任何人发现。嗨嗨。他又是一阵猛咳，咳完后眼神开始涣散，声音也变得飘忽起来。爷爷要走了，以后的路你自己走。记住一句话，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我记住了。你含着泪用力点头。最后他努力地凝聚起涣散的目光，深深地看了你一眼。爷爷再送你一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一字一顿，用尽了全身最后的力气。话音落下，他像是终于解脱了，缓缓闭上了眼睛，再也没了动静。爷爷，你趴在他的床前，撕心裂肺地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天蒙蒙亮，你在爷爷的新坟前磕了3个头，然后背上全部家当，离开了这个家。你必须去修仙，这是爷爷的遗愿。今天是道门招收弟子的最后一天，你赶了个大早，但镇长家院外已经挤满了人。苏大哥，人群中小婉看到了你，他今天也背着行囊，身边围着满脸骄傲的父母，显然是已经通过了测试。你走了过去，问你是什么灵根？小婉的下巴微微扬起，满脸喜色的回答，单属性上品灵根。上仙说我可以直接成为内门弟子，恭喜你，你真心替他高兴。就在这时，镇长家的大门开了，开门的正是昨天那个要帮你测试的上仙玄寂。他一眼就看到了你，有些意外。你这是回禀上仙，你有些不好意思，我爷爷不需要我照顾了，所以我想来试试。进来吧。他没多问，直接让你进了屋。正堂里，一个蒙着眼睛的男人端坐在桌案前，他是玄寂的师兄吴晨。你走上前，小心翼翼地坐下，手放上来。蒙眼男人察觉到你的到来，声音没有一丝波澜。你把手放到桌上，他伸出右手搭在你的手腕上，一股冰凉的气息瞬间钻入你的经脉。屋外，小婉的父母正推着他。小婉，你跟进去看看，看子安到底有没有灵根。小婉才刚走进屋，吴晨就已经收回了手。恭可喜贺你，你拥有灵根，可以修行。听到这话，你心里悬着的大石终于落地。爷爷没骗我。然而他接下来的话却像一盆冰水从你头顶浇了下来。但是很可惜，你的灵根是5行杂灵根，最次的资质，将来的
成就，最多练气1层。你的脸刷的一下白了，我的资质很差吗？你喃喃自语，不是差。他纠正道，是最差。你只能做杂役弟子，替宗门效力50年，50年后才能离开。愿意吗？只要能修仙就行。我愿意。你毫不犹豫地回答。好，出去等着吧。你向他行了一礼，转身走出正堂。一到院子里，你看到小婉，正想跟他说话，他却像见了什么诡异之物一样，猛地缩到了他父母身后。小婉的母亲把你拉到一边，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子安啊，你看，你和小婉现在都是上仙了，但你是杂役，小婉是内门弟子，这注定是云泥之别。婶婶，你什么意思？你心里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她和她丈夫对视一眼，终于图穷匕见。你爷爷当年救过小婉爷爷，他们二老给你们订了婚约，现在你看你们身份差这么多，这婚约要不就算了吧。你感觉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你下意识地看向小婉，那个你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孩，她的眼神里竟然满是嫌弃，那眼神让你心寒彻骨。好，你一言不发，从包袱里翻出那份珍藏多年的婚书，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唰的一声撕成了2半。苏子安，小婉的脸涨得通红，冷冷地警告你，以后再到门不准提我们过去的事，听见没有？忘恩负义，还反过来威胁你。你看着他，一字一顿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让我觉得不是。说完，你转身就走。爷爷没了，婚约也毁了，你强忍着眼泪不让他掉下来，你怕被人笑话。玄寂师兄全程目睹了这一切，他走过来拍了拍你的肩膀，没事的，杂灵根也能修行，我叫玄寂，也是杂役弟子，你可以叫我师兄。里面那个叫吴尘，和我一样。你愣住了，没想到这2个仙风道骨的上仙，竟然也只是杂役。见过玄寂师兄，你连忙行礼。就这样，你跟着他们上路了，一路翻山越岭，你才真正明白什么叫云泥之别。小婉那样的内门弟子，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头巨大妖兽拉着的辇车上，而你们这些杂役只能跟在车后面，用2条腿徒步走完800里山路，还没进山门，差距就已经如此赤裸。你终于懂了，为什么小婉一家要退婚。但比起辇车，你更羡慕那个蒙着眼睛的吴尘师兄，他踩着飞剑在天上缓缓飞行，那才是你想象中上仙的样子。经过1个多月的跋涉，你们终于抵达了9霄道门。一进山门，内门弟子和外门弟子立刻被各自的长老接走，而你和另一个叫赵浩然的同乡则被玄寂带到了杂役堂。杂役堂堂主给你们每人发了1本归元诀，1枚引气丹，就把你们分给了王管事。王管事把你们领进一个院子，这里是柴房，专门负责给炼丹的丹顶峰弟子提供木柴。你们俩一个砍柴，一个劈柴，每天100斤，自己选。王管事冷冷地说道。赵浩然想都没想，选了看起来更轻松的劈柴，于是你就只能去砍柴。第1个月完不成任务不罚你们，1个月后完不成就要扣贡献点，甚至挨罚。听明白了吗？明白了。你和赵浩然赶紧回答。入夜，你独自待在房间里，把那枚珍贵的引气丹藏在床下，然后从怀里掏出了那本无名道卷。1个月来，这玩意儿一直绑在你身上，玉石的封面坚硬无比，已经把你的肚子都磨破了皮。爷爷让你藏好它，却没说它到底有什么用。你没多研究，把它放到一边，拿起归元诀盘膝坐下，开始尝试修炼。你闭上眼，努力去感受天地间的灵气，想把它们吸入体内，但这比想象中难多了。你试了一整晚，都毫无进展。第2天一早，咚咚咚的敲门声响起，开门的是个满脸胡子的邋遢壮汉，他扔给你一把砍柴刀，我叫石猛，以后你跟我上山砍柴。一路上，石猛给你指认了哪些植物有毒，哪些果子能吃，你连声道谢，心想这位师兄人还不错。结果到了地方，你才发现自己想多了。他指着一棵只有你大腿粗的青冈木，让你砍，你用尽全力一刀下去，刀直接被弹飞，虎口震得发麻，那树干上连个白印子都没有。石猛看得直摇头，不耐烦地把你推开，他往手心啐了口唾沫，运起灵力，猛地一刀劈下，大刀深深嵌入树干，差一点就断了。用你的刀把树皮刮了，就这一颗够你2天的任务量。他命令道。你费力地刮着树皮，动作笨拙。石猛在一旁看得直撇嘴，照你这样一辈子也完不成任务。他眼珠一转，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你。不如这样，你把你那枚引气丹给我，以后你只管剥树皮，砍树的重活我来干。你心里咯噔一下，瞬间明白了他的意图。石猛师兄，没了引气丹，我就没法修炼了。等我有了修为，砍树就不用麻烦师兄了。你急中生智的回答。石猛的脸立刻沉了下来，再也没跟你说过一句话。他开始疯狂地劈砍那棵青冈木，巨大的力量震得你头皮发麻，木屑像冰雹一样砸在你身上。他就是故意的。好不容易弄够了木柴，回去的路上，除了上坡他搭把手，其余路程全是你一个人推着沉重的独轮车。自从你拒绝他之后，他对你的态度就只剩下折磨。回到柴房，你累得快散架了。你看到赵浩然还蹲在院子里劈柴，活还没干完，你走过去想帮他，他一看到你，憋了1天的委屈终于爆发，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子安，你看我的手。他扔掉斧子，摊开稚嫩的双手，上面密密麻麻全是磨破的水泡，有的还在往外渗着金色液体。你看着他的手，心里一片冰凉。原来劈柴比砍柴更折磨人。这就是杂役弟子的第1天。干完所有杂活，你和赵浩然饿得像2条野狗，一屁股坐到饭桌前，王管事亲自掌勺，满桌的肉菜香得让你俩直吞口水。不等师傅发话，你和赵浩然的筷子已经化作残影，狼吞虎咽，恨不得把盘子都吞下去。本以为这会是一场惨烈的抢食大战，结果你俩抬头一看，其他师兄们个个慢条斯理，有几个甚至扒了2口就走了。哈哈，慢点吃，没人跟你们抢。王管事看着你俩的吃相，脸上挤出一丝复杂的笑意。你当然知道为什么，他们是修士，不吃饭也不会有事，但你和赵浩然不行，还没入练气，1天就这一顿，不吃成明天连斧头都举不起来。饭后，你火急火燎地冲回房间，咔嗒一声反锁房门，你迫不及待地扯开衣服，把那本绑在胸口的破书解下来。1天下来，胸口被磨得又红又疼，火辣辣的。要不是爷爷临走前千叮万嘱，你真想把这玩意儿扔了。接着，你又钻进床底，摸出那个藏着引气丹的盒子，打开一条缝，看到丹药还在，你贪婪地猛吸了一口那浓郁的药香，才恋恋不舍地把它放回去。今天石猛师兄教的那些植物，得赶紧记下来。你自言自语，那些玩意儿认识了能活命，不认识就会陨落在山上。你抓起笔，却找不到纸，目光一转，落在了那本无名道卷上。管他呢，你翻开第1页，小心翼翼地写下3个
个字，碧落藤。就在这时，诡异的一幕发生了，你刚写下的字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行行凭空浮现的金色小字，密密麻麻的爬满了整页纸。碧落藤，下品毒草，表皮剧毒，可致皮肤溃烂麻痹。解毒方法：元龙草捣碎外敷，修为鉴别，表皮蓝色为初始，表皮现银纹，超千年，达凡阶。文字最后甚至还出现了一幅清晰的吓人的碧落藤图像，仿佛活生生印在书里，连藤上的绒毛都看得一清二楚。你惊得目瞪口呆，心脏狂跳的像要从喉咙里蹦出来。你好半天才缓过神，猛地合上书，再啪的一下打开，书页上空空如也，依旧是白纸一张，连你刚写的字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你不信邪，揉了揉眼睛，再次提笔写下荆棘果。瞬间文字再次炸开，荆棘果，下品荆棘类灵植，到此有毒，果实可食。解毒方法：灵力炼化，祸福翠竹草。修为鉴别，果实灿金为初始，赤红为凡阶。这一次你确定了？你死死地将这本道卷抱在胸口，激动得浑身发抖。这哪是什么破书，这简直是宝贝。之后的日子，你依旧跟着石猛上山砍柴。转眼半个月过去了，修为丝毫没长，力气倒是大了不少，但想独自完成任务还是做梦。你只能继续跟在石猛屁股后面，忍着他的欺负。更让你焦虑的是，当初玄寂师兄明明说，在有灵气的地方待上半个月，灵根就能苏醒。从翻过苍云山脉算起，到现在整整2个月了，你体内还是一片死寂。就连跟你一起的赵浩然，那个4属性杂灵根都已经练气1层了，人家现在自己就能完成任务，而你还是个弱者，你不能再等下去了。于是你硬着头皮再次找到了杂一堂的玄寂师兄。玄寂师兄，2个月了，为什么赵浩然都练气1层了，我还是不行？你开门见山，语气里带着一丝自己都没察觉的急躁。别急，玄寂拍了拍你的肩膀，赵浩然是4灵根，你不一样，你是5行俱全的杂灵根，慢点很正常。师兄，你咬了咬牙，问出了心里最大的渴望，这世上有没有能提升灵根资质的法子？玄寂似乎被你的执着打动了，他叹了口气，如实相告，有。据说上古时期有仙人靠一种叫化元神诀的功法强化灵根，但早已失传，是真是假都不知道。失传，你向玄寂道了谢，转身离开。对别人来说是传说，但对你来说那就不一定了。回到住处，你猛地从床上弹了起来，一个念头在你脑中炸开，这破书不，这道卷既然能显示灵值，那能不能显示功法？比如说化元神诀。你立刻点燃蜡烛，颤抖着手，在道卷上写下了化元神诀4个字，成了。和你预想的一样，金色的文字再次铺满书页，正是那失传已久的化元神诀。但这门秘术凶险至极，修炼过程需要配合药补，无论是炼灵还是药补，都伴随着极高的风险，而且必须达到炼气1层才能开始。凝神草、洗髓花、赤阳果。你迅速记下所有需要的灵药，又在道卷上一一写下他们的名字，将他们的模样和生长地牢牢刻在脑子里。以后上山必须留意。你按下决心，找不到就用贡献点去换。1个月后，你的5行灵根总算被灵气泡软了，终于能和你的意识连上了。但凝练灵力的过程对你来说简直是折磨。赵浩然恢复满丹田灵力需要3个时辰，而你需要整整6个时辰。不过这漫长的折磨也带来了意外的好处，因为灵气冲刷身体的时间比别人长了1倍，你的肉身竟变得更加结实。这就是爷爷说的天道公平。苦笑着想，时机已到，你迫不及待地从床底摸出那枚珍藏已久的引气丹，一口吞下，丹药入口即化，一股狂暴的能量在你体内轰然炸开，像决堤的洪水，疯狂涤荡着你的丹田和4肢百骸。药力散尽后，你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被锤炼了数年，肌肉紧实，丹田也开阔了数倍。1枚丹药顶你苦修1年，炼气1层到了。你猛地睁开眼，感受着体内奔腾的力量，耳聪目明，前所未有的强大感觉让你忍不住想仰天长啸。第2天一早，天还没亮，你抄起砍柴刀，独自一人冲上了山。今天你不需要任何人，你特意找了棵格外粗壮的青冈木，深吸一口气，调动丹田内刚刚诞生的灵力，力量瞬间暴涨数十倍。你猛地一刀挥出，锵一声巨响，砍柴刀竟硬生生劈开了坚硬的树皮，入木1寸，成了。你心头狂喜，抽出刀，对准刚才的刀口，再次灌注灵力，狠狠劈下第2刀，锵，柴刀又深了半寸，但这点深度还远不足以砍倒这棵巨树。你提刀蓄力，第3刀落下时，体力有些透支，刀锋一偏，在旁边砍出了新的口子。可恶，你看得清，身体却跟不上。你喘着粗气，歇了一会儿才继续。等砍到入木3寸多，你用尽全身力气才把树推倒。然而就在这时，一股强烈的虚弱感席卷全身，你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内视一看，丹田里的灵力已经干干净净，就这么几刀，你的修为就被榨干了。你无奈的原地坐下，开始打坐恢复。这没半天时间根本缓不过来，今天的任务怕是悬了。太阳刚升起，石猛扛着刀晃晃悠悠地上了山。他路过你这儿，看见你已经放倒了一棵青冈木，脸上却没半点惊讶，反而全是轻蔑。哟，苏子安，你小子不会以为到了炼气1层就翅膀硬了，不需要我了吧？他一步步向你走来，我问过王管事了，你就是个最弱的5行灵根，你的终点就是别人的起点，知道吗？识相的，以后每个月的贡献点都孝敬给我，我呢也不白拿，每天帮你砍倒一棵树，让你省点力气。他的语气咄咄逼人，但你听得出来，他不是在刁难，而是在陈述一个他眼里的事实。在他看来，修炼资源给你就是浪费。你缓缓睁开眼，看着他，用最卑微的语气说出了最狂的话：多谢石猛师兄好意，我知道我资质差，但是我不服。石猛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大笑，笑得前仰后合。切，新来的弱者都跟你一样不知天高地厚。他指着你，摇了摇头，行，你继续，等你扛不住了，随时来求我。说完，他提着刀，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林子深处。你没有理会他，从旁边的荆棘果藤上薅下一把果子，连枝带叶塞进嘴里，肚子里有了东西，虚弱感才稍稍缓解。你站起身，重新抡起柴刀。黄昏时分，你才拉着满满一车木头，精疲力尽地回到柴房。哟，今天一个人去的。王管事看到你，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是，师傅，我到炼气1层了。你笑着回道。120斤，不错。王管事称完重，拍了拍你的肩膀。明天少弄点，不用这么拼。你心里清楚，你这是超额了，但你是新人，不像石猛那帮老油条敢耍滑头，吃
吃完饭，你又是一头扎进房间开始修炼。石猛觉得你坚持不了多久，但他错了，你非但没有放弃，反而渐渐沉醉在这种每天都能感受到自己变强的感觉中。砍柴对你来说也成了一种修行，半年时间眨眼就过，你从需要6个时辰才能完成任务，到如今4个时辰就能轻松搞定。挥刀的手法越来越稳，对灵力的掌控也越来越纯熟。贡献点攒了500，可以换1枚引气丹或者1株洗髓花。你犹豫了，引气丹能让你修为精进，但洗髓花却是修炼化元神诀，改善灵根的关键，简直拼了！先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你打定主意，长远来看，改善灵根才是王道。来到杂役堂，当值的还是玄寂和那个蒙眼的无尘师兄。哟，你小子突破炼气1层了。玄寂看到你，有些惊喜，你恭敬的行了一礼，递上令牌。师兄，我想用500贡献点兑换1株上品灵草洗髓花。玄寂点点头，竟然破天荒的亲自带你前往珍宝阁。可就在你们走后，一道剑光呼啸而至，落在杂役堂门口。一个炼气大圆满的修士，身后还紧搂着一个清秀少女。蒙眼的无尘立刻站起身，这位师兄有事吗？那少女从飞剑上跳下来，竟带着一脸玩味，凑到无尘面前，似乎想确认他是不是真看不见。无尘虽然看不见，却能感觉到他那股子小人得志的劲儿，但他没发作。你还记得我吗？凌渊镇的。少女开口了。无尘想了起来，你是秦婉。他对这个当场退了你婚的上品灵根印象深刻。没错。秦婉点点头，见过秦婉师姐。无尘微微弯腰行礼，这一拜让秦婉的虚荣心瞬间爆棚。昔日高高在上的上仙，现在却要对自己行礼，这种感觉实在太爽了。免礼。他昂起头，用一种上位者的姿态问道：问你个事，苏子安在哪？回师姐，他现在是柴房的杂役。无尘语气恭敬，面无表情，他心里却在冷笑。区一个炼气2层，也敢在自己这个炼气9层面前摆谱，要不是在宗门里，一巴掌就能把他镇压。我要建个洞府，你给我挑2个人，其中必须有苏子安，懂了吗？秦婉加重了语气，懂了。无尘立刻点头。等秦婉和那个陆阳师兄交代完地点，腻腻歪歪的驾着飞剑离开后，玄机正好带着你回来了。苏子安，你等一下。无尘叫住了你。怎么了？无尘师兄，你有些疑惑，有人点名让你去做事，为期1个月，报酬500贡献点，打造洞府的活提前完成，贡献点照给。无尘面色冰冷，语气里带着一丝压抑的怒火。这段时间砍柴任务免了，回去收拾一下，明天来这集合。对了，叫上赵浩然。你不敢多问，只能恭敬地答应下来。离开杂役堂后，你直奔深山，找到了早就盯上的一株凝神草。回到房间，你将所有灵草捣碎，混着刚换来的洗髓花和赤阳果，眼睛一闭，全吞了下去。药刚下肚，一股痛苦无比的苦辣瞬间在你5脏6腑炸开，你想吐，却已经晚了。药力开始发作，你浑身能量逆流，不受控制的倒在地上抽搐起来。你疼得叫出了声，又死捂住嘴，生怕被人听见。那药力像是一波波烧红的铁水，反复冲刷着你的4肢百骸，每一寸皮肤，每一根骨头都在向你传递着刮骨般的剧痛。你蜷缩在地，抽搐了一整夜，唯一支撑你的是你能清晰的感觉到丹田之上那原本驳杂不堪的5行灵根，正在药力的滋养下一点点变得通透纯粹。第2天卯时，药力终于消化完，你几乎是爬着坐起来，立刻运转化元神诀。炼灵就是强行用灵力在灵根中凝练出法力，再用法力去反哺灵根，这等于是在你胸腔里点了一把火，从内到外地焚烧。豆大的汗珠从你额头滚落，你疼得嘴唇发白，牙齿打颤，但你没有停下。1个时辰后，功法运转1个周天，你才像脱水的鱼一样大口大口的喘着气。你立刻感受到了变化，吸收和凝练灵力的速度比之前快了整整2倍。虽然现在的资质也仅仅是和赵浩然那样的4灵根持平，但这已经让你看到了希望。辰时一到，你叫上赵浩然，准时来到杂役堂，跟我来。无尘师兄冷冷的扔下一句话，祭出飞剑，腾空而起。你和赵浩然只能在地上拼了命的狂奔，才勉强跟上。跑了几10里路，你们来到一处灵气充盈的山崖下。无尘指着气喘如牛的你俩，对崖边一个身影道：秦婉师姐，人我带来了，行，你可以走了。那少女冷声道。你和赵浩然刚喘匀气，抬头一看，正好对上一张清秀却写满傲慢的脸。小婉，你失声叫道。眼前的秦婉穿着华丽的内门弟子服饰，修为赫然已是炼气2层。小婉是你叫的吗？他身旁的陆阳勃然大怒，一个箭步冲到你面前，啪一声清脆的耳光，你整个人都被抽飞了出去，重重摔在地上，右脸瞬间麻木，嘴里满是异味，脑子嗡嗡作响。旁边的赵浩然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赵浩然拜见师兄师姐。陆阳看着你在地上挣扎的狼狈样，才稍稍解气。苏子安，我现在是内门弟子，以后见了我记得叫师姐。秦婉居高临下的看着你，从储物袋里扔出一张图纸和几件凿石工具，照着图纸给我打一个洞府出来，限期1个月，要是打偏了或者没完成，你们就等着被废掉修为滚下山吧。说完，他便小鸟依人的依偎在陆阳怀里，两人驾着飞剑扬长而去。我呸！等他们飞远，赵浩然才敢站起来，朝天啐了一口，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在镇上的时候见你跟狗见了主人似的，怎么一到门就翻脸不认人了？你擦掉嘴角的痕迹，缓缓从地上爬起来，眼神冰冷。他现在是上品灵根，是高高在上的内门弟子，而我是他那个5行杂灵根的不堪一击的未婚夫，不踩我一脚，怎么显出他的尊贵？你和赵浩然拿起工具，对着石崖疯狂开凿。嘿啊嘿啊嘿，哥俩儿好啊，扛棒头啊！你们哼着家乡的山歌，把所有的屈辱和愤怒都发泄在了这坚硬的岩石上。傍晚，秦婉再次来到山崖下，发现石崖已经被凿出了一个巨大的洞口，而你和赵浩然则因为灵力透支，正躺在洞里呼呼大睡。谁让你们睡里面的？一声尖利的呵斥将你俩惊醒。参见秦师姐。赵浩然连忙解释，我们灵力耗尽了，打算歇一晚，明天继续，进度肯定不会耽误。这是本仙子将来修炼的洞府。秦婉满脸厌恶，厉声呵斥，你们这种下等人也配待在里面睡觉？赶紧给我滚出来！赵浩然不敢反驳，连忙拉着你从刚亲手凿出的洞府里，像2条丧家之犬一样被赶了出来。秦婉那2个跟班一出来，他的火气才算消了点。他伸手指着你的鼻子，一字一顿的警告，再让我看见你们俩在里面猫着睡觉，我就让陆阳师兄把你们打成残废。撂下这句狠话，秦婉才算满意的走了。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赵浩然对着他的背影用
用口型骂了一句全是压着火的狠话。等老子筑基了，非教训他一顿。骂归骂，他却不敢再回那个山洞。外面天寒地冻，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要不是你们俩现在算个修士，身体比普通人强点，恐怕真得冻没在这荒郊野岭。你就靠着石头坐了那么一小会儿，寒风就吹得你眼睛都睁不开。算了，你对赵浩然说，赶紧恢复灵力，干活吧，早点干完，早点滚蛋。赵浩然一听，立马坐直了，对着手哈了口热气。行，你们俩立刻盘膝坐下，开始修炼。1个时辰后，灵力恢复，你们就着惨白的月光，把山洞里的碎石往外搬。白天光线好了，才敢继续往里凿，生怕尺寸弄错又是一顿罚。每天就睡1个时辰，还得是打坐修炼代替睡觉。这对于刚练气的你们来说，简直是要命。就这么硬撑了7天，你们俩饿得眼冒金星，累得几乎拿不稳手里的工具。你歇会儿，我去找点吃的。你拍了拍赵浩然的肩膀，自己踉踉跄跄地走进了林子里。赵浩然则就地打坐，恢复体力。然而就在你离开没多久，一道剑光落下，陆阳带着秦婉又来了。看到初具雏形的洞府，秦婉脸上总算有了点笑意，但他扫了一圈，眉头立刻皱了起来。赵浩然，苏子安人呢？赵浩然赶紧放下工具，点头哈腰的跑过去。师姐，子安他去找野果了，马上就回来，是吗？秦婉嘴角一撇，满脸不信。也就在这时，你用衣服兜着几个野果，急匆匆的跑了回来。一看到他们俩，你的脸瞬间就沉了下去，但还是强压着火气行礼。见过师兄师姐。秦婉压根没看你，像是当你是空气。他转身，直接从怀里拿出一张凭证，对着赵浩然说，这是1000贡献点，本来是你们俩平分的。他故意顿了顿，眼神轻蔑的扫了你一眼，但是我只看见你一个人在干活，另一个人嘛在偷奸耍滑，所以这1000点全赏你了。这话像一盆冰水，从你头顶浇到脚底。赵浩然愣了一下，没敢反驳，弯着腰恭恭敬敬的接过了那1000贡献点。多谢师姐。他脸上挤出谄媚的笑，把洞里的碎石清完，你就可以滚了。秦婉颐指气使的命令道，我等会儿要请阵法师来，动作快点。说完，他就和陆阳御剑飞走，从头到尾没再给你一个眼神。你的劳动，你的辛苦，被他一句话就抹得干干净净。你心头一寒，攥紧了拳头，转身就要走。子安，给。赵浩然却追了上来，一把将那1000贡献点全塞进了你手里。我还有攒的500点没用呢。他挠挠头，憨厚的说，你要换灵草就拿去，反正我也用不上。这家伙刚才还卑躬屈膝，现在却一起当头，一股热流直冲你的眼眶。你猛地转过身，用袖子狠狠抹了一把脸，不想让他看见。你走进山洞，把怀里的野果塞给他，然后抄起工具，一言不发的开始干活。2个人一起动手，很快就把山洞清理干净。检查没问题后，你们直奔杂役堂复命。吴晨见到你，态度好了不少，显然他也看明白了，秦婉那不是在帮你，是在羞辱你。他们没为难你们吧？他问。没有，贡献点拿到了。你平静的回答，半句委屈都没提。那就好。吴晨点点头。紧接着，你和赵浩然去了趟珍宝阁，1000贡献点，你毫不犹豫，全部换成了修炼化元神诀所需的灵草，刚好够一份。回去的路上，赵浩然终于忍不住了，子安，你买这堆草到底干嘛用啊？你神秘的笑了笑，以后再告诉你，现在说了你也不信。你拍了拍他的肩膀，认真道，这500贡献点算我借你的，下半年我一定还你。嗨，都说了我用不上。赵浩然摆摆手，也不知是客气还是真心，但你心里清楚，这个人情你记下了。回到房间，你看着面前那堆灵草，心脏砰砰直跳。你不是怕疼，你是怕自己扛不住，直接疼到失去意识。可以想到秦婉那轻蔑的眼神，想到陆阳那一巴掌抽在你脸上火辣辣的疼，你瞬间咬紧了牙，干了！不把这该死的5行杂灵根提上去，你这辈子都得被人踩在脚底下。你把捣碎的灵药一口吞下，然后死死咬住捣药杵，准备迎接那痛苦万分的折磨。一夜煎熬，能量在身体里像开水一样沸腾逆流，有好几次你都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但每当意识快要模糊时，秦婉和陆阳的脸就会出现在你脑海里，你必须挺过去，否则这辈子永无翻身之日。天快亮时，最后一次剧痛如潮水般退去，你整个人都虚脱了，身体却前所未有的轻松。你立刻盘膝打坐，运转化元神诀。这一次炼化灵力的速度快了一大截，炼灵结束，水到渠成，你的修为直接冲破了瓶颈，达到了炼气2层，灵根的品质也上了一个台阶，相当于3属性灵根，甚至因为5行俱全，修炼速度比普通的3属性灵根还要快。再来7次，你感受着体内的力量，眼中爆发出惊人的光芒，我的灵根资质就能超过所谓的天灵根。为了贡献点，你必须更拼命。天一亮，你就扛着砍柴刀进了山，炼气2层的修为加上半年的经验，你现在砍一棵青党木只需要3刀。然而正干得起劲，石猛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你身后，他看着你，眼神里全是震惊和怀疑。你小子，一个5行杂灵根，半年就突破到炼气2层了。他质问道，怎么做到的？嘿嘿，你早就想好了说辞，前几天做了个任务，赚了点贡献，换了2枚引气丹。石猛半信半疑的看了你一眼，没再多问，自己也进山干活去了。你只用了1上午就完成了任务，立刻马不停蹄的赶到杂役堂。玄寂师兄，我今天的任务做完了，还能再给我安排点别的吗？我想多赚些贡献点。玄寂翻了翻任务册，柴房西边的山头树都砍完了，正缺人去种新的，种活1棵5点贡献，你干不干？干！玄寂递给你一张地图和100贡献点，去药园找木青岭树苗，这钱算我借你的，以后记得还。多谢师兄。你接过东西，火急火燎的冲回柴房，拉上你的独轮车就往药园跑。嫌车慢，你干脆把50斤的独轮车直接扛在肩上，跑得飞快。按照地图，你找到了药园。穆师兄，你对着茅草屋喊了一声，一个皮肤黝黑的少年走了出来，正是灵芝师穆青。他一见你，立刻笑脸相迎。什么事？师兄，我来买10棵青党木树苗。穆青的脸瞬间就垮了。10棵，你拿去当盆栽啊？第一次干，不敢多要。你陪着笑脸进来吧。他一脸不耐烦，丢给你一把锄头，就这点生意，你自己动手。你也不计较，拿起锄头就干。师兄，你们灵芝师1个月能赚多少贡献点？你一边挖一边跟他搭话，哪有那么好赚？穆青叹了口气，1年能挣1000就不错了。不过嘛，要是能接点私活，倒是能多赚点。接私活？你心里一动。穆青看出了你的意思，立刻来了精神。怎么？你想预定点什么？你刨完10棵树苗，才不紧不慢地问。明神草、洗髓花、赤阳果，这几样每样
样一株要多少贡献点？700。穆青眼珠一转，你要是量大，可以便宜点，我要7份，你开个价吧，4000。穆青一咬牙，报了个实诚价，比在珍宝阁买便宜了一大截。好，你当场拍板，就这么定了。你和穆青达成约定，拉着树苗兴冲冲地上了西山。另一边，柴房里，石猛见赵浩然在劈柴，凑了过去。赵浩然，你跟苏子安上次任务到底赚了多少？嘿嘿，石大哥，一共1000，我用不上，都给他了。赵浩然实话实说，你小子这么大方。石猛一把按住他的脖子，假装生气地说，苏子安那不堪一击的灵根，拿着你的贡献点买了引气丹，现在都炼气2层了。赵浩然一听这话不对，想都没想就反驳，石大哥，你搞错了，子安他买的是灵草，不是引气丹。一瞬间，石猛的脸色变了，他死死抓住赵浩然的头，语气变得极其严肃，你再说一遍。赵浩然被他吓到了，不敢撒谎，我亲眼看见的，他换了一堆灵草。石猛听完，眼神闪烁，随即恍然大悟，一个5行废灵根，就算吃丹药也不可能这么快，不对劲。他猛地推开赵浩然，直接冲进了你的房间。与此同时，你刚好拉着独轮车从西山下来。然子，干完没？你对着赵浩然喊了一声，赵浩然没出声，只是惊恐地指了指你的房间，嘴巴一张一合。你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发现你的房门大开，里面传来一阵翻箱倒柜的声音。你脸色一变，立刻冲了过去，正好撞上两手空空的石猛从你房间里走出来。他恶狠狠地瞪了你一眼，什么也没说。你看着被翻得乱七八糟的房间，也沉默着，但拳头已经捏得发白。两人对视着，空气中全是火药味。等石猛走后，你找来水桶准备去浇树。你去哪？赵浩然凑了上来。西山浇水。赵浩然二话不说，也挑起一副水桶跟上。路上，你问他石猛为什么进我房间。赵浩然把刚才的事一五一十的说了。他现在怀疑我身上有秘密了。你把水浇在树苗上，冷冷的说，我骗他说我吃了引气丹，可你又说我买的是灵草。以我的资质，正常修炼绝不可能突破，所以他认定我得到了什么天大的机缘。那你到底怎么突破的？赵浩然满脸好奇，你看着他，决定把宝压在这个兄弟身上。我爷爷以前教过我一种秘术，叫化元神诀，可以提升灵根品级。我买的药材就是修炼用的。你把化元神诀的事全告诉了他，只把来源推到了已故的爷爷身上。这种事要是传出去，会给我们招来灭顶之灾。你特意把我们2个字说得很重。赵浩然听得两眼放光，羡慕地看着你。那个秘术能教我吗？当然可以。你点点头，但你也得跟我一样，拼命做任务赚贡献点换灵草。行，以后我也跟你一起种树。赵浩然下定了决心，接下来的日子，你们俩除了日常任务，所有时间都泡在了西山上。然而好景不长，这天你正在砍柴，石猛又来了。他捡起一颗石子，啪的一声打在你举起的刀上。石猛师兄，有事？你问。你小子为什么骗我说买了引气丹？他逼问道。你是不是得了什么机缘？你懒得理他，继续砍树，不说是吧？他捡起另一块石头，狠狠砸在你后背上，一阵刺痛传来，你停下动作，头也不回地走向了森林深处。行，你有种！石猛在你身后怒骂。你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万万没想到，等你下午去西山种树时，眼前的景象让你瞬间怒气上涌。你们辛辛苦苦种下的100多棵活下来的树苗，全被人用刀从根部砍断，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哪个无耻之徒这么狠毒吗？赵浩然气得破口大骂，脏话喷涌而出，而你只是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气到浑身发抖。除了石猛，还能有谁？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爷爷的话在你耳边响起，既然你咄咄逼人，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握紧双拳，理智在这一刻被怒火彻底吞噬。然子，你转头，声音冰冷得像块铁，把你那500贡献点给我。你要干嘛？再买树苗吗？赵浩然被你眼里的红丝吓了一跳。给我！你直接伸出手。赵浩然没再多问，从怀里掏出了那张凭证。你拿着贡献点，一路狂奔到珍宝阁，用全部身家兑换了一枚引气丹。黄昏，饭桌上，你埋着头扒饭，一言不发。石猛看着你这副样子，得意的偷笑，还故意大声说，王管事，我那刀都钝了，砍个树苗都费劲，给我换把新的呗。他挑衅的看着你，你却没理他，转头对王管事说，王管事，我请几天假，休息一下。行，去吧，别累坏了。王管事关心道。当晚，你回到房间，一口吞下了那枚引气丹。你只有一个念头，突破，然后算账。丹药的药力在你体内轰然炸开。3天后的深夜，你房间内灵力激荡，形成一股小小的气浪。你猛地睁开双眼，金光四射，突破了炼气3层。你感受着丹田内澎湃的灵力，站起身，是时候去找石猛算总账了。天还没亮，你就提着砍柴刀推开了赵浩然的房门，走了。赵浩然睡眼惺忪地爬起来，看到你眼中的寒意，二话不说，抄起自己的劈柴斧，跟你一起上了山。天一亮就是辰时，你和赵浩然早已埋伏在林子里，等着那个叫石猛的邋遢汉子出现。果然，他拉着独轮车来了，轻车熟路地刨开一堆枯枝烂叶，露出下面藏好的50斤青钢木。今天再砍150斤，明天就不用干活了。他得意地嘿嘿笑着，把鼻涕往手背上一抹。就在这时，赵浩然按计划走了出去。石大哥，石猛吓了一跳，看清是赵浩然，顿时没好气。你怎么在这？我陪苏子安上山砍柴。赵浩然指了指你藏身的方向，接着明知故问，哎，石大哥，你怎么刚来就砍这么多了？关你什么事？石猛脸色一变，爆了句粗口，显然是做贼心虚。就是现在，你从丛林中猛地冲出，握紧砍柴刀，几个大步就闪到了他的背后。你大刀扬起，狠狠落下。石猛察觉到了寒意，可一切都太晚了。星号，你挥刀重劈在石猛脊背，灵力灌注的刀刃劈开防御，他闷哼一声踉跄倒地，体内灵力紊乱外泄，气息迅速萎靡。星号，这个砍了30年柴的男人，最终像一块木头一样被当场重创倒下，他没了。赵浩然伸手探了探石猛的鼻息，声音都在抖。你呼吸急促，处在原地。你还记得第一天上山，他还教你分辨野花野草，你当时甚至觉得他是个好人。可惜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已经踩了你的底线。子安，这家伙还有1000贡献点呢。赵浩然从石猛肮脏的衣兜里掏出了一张凭证，你拿着，当我还你的。你把凭证塞给他，赶紧回去，要是出了事，我一个人担着。你一边说，一边把石猛的残骸往独轮车上拖，准备找个地方埋了。子安，
你说的什么话？赵浩然急了，一把抓住你，什么叫你一人承担？我们是不是兄弟了？见他这副模样，你心里一暖，指了指地上的痕迹，那你留在这，把这里处理干净。行。紧接着，你拉着石猛的残骸，径直往西山上走，在那里，你将石猛的遗骸带到西山，找了处隐蔽之地掩埋，让他安息。做完这一切，你把独轮车拉到远处，一把火烧了个干净，又把自己身上的污迹清洗了一遍。为了避嫌，你一整天都待在西山种树，没有去北边的林子。晚上吃饭，王管事果然问了起来：你们今天见着石猛了吗？几个杂役都摇头。王管事的目光最终落在了你身上。子安，你呢？没见到。我今天去西边种树了。你表面波澜不惊，心里却肋骨似的狂跳。石大哥不会是在山上睡过头了吧？等会儿吃完饭，我去找找。算了，王管事摆摆手，他对石猛印象也不好。太阳都下山了，山里危险，他爱睡就让他睡，被妖兽吃了活该。你暗自松了口气，只要过了王管事这关，杂役堂那边基本不会为了一个杂役的安危大动干戈。然而当晚你根本睡不着，一闭上眼，梦里全是石猛浑身金光淋漓的向你索命。你好不容易惊醒，一身冷汗，可刚睡着，噩梦又卷土重来。更可怕的是，你梦见了玄机师兄，他冷着一张脸，在你耳边悄声说，石猛是被人用砍柴刀以砍柴的手法击倒的，只有砍柴人才能一刀接一刀，精准的砍在同一个地方。梦里他的脸由冷淡变得狰狞，像个能看穿人心的魔鬼。你再次被吓醒，抹掉额头的汗，再也不敢睡了。第一次解决别人，对11岁的你来说冲击太大了，但你很清楚，如果不解决他，他绝对会做出更过分的事。你别无选择，还是修炼吧。你盘腿坐下，只有专注修炼才能让你暂时忘记恐惧。第二天天刚亮，王管事推开石猛的房门，空的。他脸色一变，立刻把你们9个杂役全都叫了起来。石猛不见了，大家今天停下任务，进北山找。活要见人，败要见海。你和赵浩然交换了一个眼神，默契的朝着昨天作案的方向走去，就是为了防止别人靠近。你们在那附近来回打转，一旦有人过来，就立刻把他支开。一群人在山里搜了一天，结果什么都没发现。石猛的砍柴刀和独轮车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等你们下山，事情闹大了。王管事已经请来了杂役堂的2位执事玄寂和吴晨，他们对所有杂役进行单独盘问。轮到你时，天都快黑了。你和石猛平时关系怎么样？玄寂师兄眼神微眯，死死盯着你的眼睛，仿佛要看穿你的灵魂。我怎么可能和石猛师兄有过节？你露出一脸无辜的表情，开始半真半假的狡辩。我刚来的时候，还是石猛师兄带我上山砍柴的呢，他还教我辨认毒草，怎么挥刀发力。他这个人吧，平时看着不咋地，但相处下来还是很好的。昨天你进山了吗？玄寂又问。进了，不过没去砍柴，我去西山种树去了。你顺势卖惨，之前种的树全毁了。玄寂师兄借我的100贡献点，怕是要过一阵子才能还了。听到这话，玄寂脸上凝重的神色缓和了几分。现在天冷，等开春再种，成活率就高了。那石猛师兄不会真出事了吧？你装作好奇的问。玄寂的回答让你心头一沉，他的命牌碎了，已经陨落了。他接着说，这个人和堂主是老乡，堂主要我们务必查清楚。原来还有这层关系，你心里咯噔一下，但脸上依旧维持着担忧。他不会是被山里的妖兽吃了吧？你先回去吧，有发现就告诉我。我知道了。你起身离开。回去后，你立刻和赵浩然对了口风，确定都没露破绽，才稍稍安心。就这样，这件事居然不了了之，一直过了1年都没人再提起。直到第2年开春，北边的青岗木砍光了，你们换到东边林子，结果有人在一处偏僻角落发现了没有被完全烧毁的独轮车和一把老旧的砍柴刀，刀刃上清清楚楚刻着石猛的名字。这件旧案再次被翻了出来，只不过除了你，没人知道石猛的残骸在哪，连赵浩然都不知道。事情很快上报到了外门刑罚堂，可人家根本不关心一个杂役的安危，又把皮球踢了回来。杂役堂内，堂主肥硕的胳膊猛地一砸，轰的一声，炼气9层的力量将桌案拍得粉碎，他气得满脸横肉都在颤抖。堂主息怒，玄寂提议道，要不咱们去珍宝阁借旺气法盘，你去办。玄寂很快借来了法盘，堂主带着2个执事再次来到发现砍柴刀的地方，他催动灵力，法盘吸收了刀和车上残留的气息后，指针嗡的一声，直指西边。3人顺着指针一路来到了西山，这里早已被你和赵浩然种上了一片郁郁葱葱的青岗木。一进林子，堂主手中的法盘就爆发出阵阵光晕，就在这里，给我挖。玄寂不敢犹豫，直接用手刨地，没挖多深，一截粘着污秽的碎骨就露了出来。紧接着，周围的树下都发现了石猛的碎骨，堂主气得浑身发抖，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片山头是谁负责的？与此同时，柴房内经过1年的努力，你和赵浩然凑够了购买7份灵药的贡献点，但赵浩然只用了1份，就再也不敢碰到玩意儿了，说宁愿碌碌无为，也不想再体验那种痛苦万分的折磨，把剩下的都给了你。现在6份药材下肚，你已经完成了8次炼灵，你的5行灵根每一种都足以媲美单属性极品灵根，5种加在一起，你的修炼速度已经堪比天灵根，只要再炼灵1次，你就能彻底超越天灵根，修为也顺理成章的达到了炼气4层前期。咚咚咚，房门被敲响了，是玄寂，你跟我来一下。他面无表情，带着你径直走向西山。天已经黑了，山上乌漆嘛黑的，他把你带到一棵青岗木下，捡起一截碎骨对到你眼前。你为什么要解决石猛？玄寂师兄，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你心里一咯噔，但嘴上还在硬撑。别装了。玄寂扔掉碎骨，这山头是你承包的，和石猛有交集的也只有你，不是你还能是谁？你死不承认，真不是我。你可以不承认。玄寂冷冷一笑，但等堂主查到你头上，就算不是你，你也没有好下场。你立刻听出了他话里有话。玄寂师兄，这是什么意思？今天下午，堂主用旺气法盘找到了这里，他问我这片山头是谁承包的，我说忘了。你心头一震，现在他正在杂役堂翻账本。玄寂的语气像是在下最后通牒，要不了多久就能查到你。师兄，我该怎么办？你虽然没承认，但语气已经是在求救。杂役堂接到一个长老的任务，要找个杂役去给他真传弟子当剑士，为期3年。你的年龄和修为正好合适，如果你能被选上，留在内门，堂主就动不了你。剑士是什么？就是给别人陪练剑法的人肉沙包。玄寂直截了当的说，稍有不慎就会被一剑重创。你愿意去吗？我愿意。你毫不犹豫，留下来必然陨落。去。还有一线。
现生机，这是调令。旋即递给你一张纸，去内门清玄峰找灵虚真人。你接过调令，没有说话，只是向他深深的行了一礼，然后转身消失在夜色中。旋即看着你的背影，轻叹一声，祝你好运吧。第二天午时，你连夜赶了120里路，终于来到了清玄峰下。爬上山顶，一座恢宏的庭院出现在眼前，里面传来清脆的剑鸣。你推门而入，只见一个穿着华服的少女正在练剑，她的剑招灵动，却暗藏锋芒，挥舞间带起道道剑光，裹挟着森寒的剑意。谁？他发现了你，猛地转身，隔空一剑挥来，一道凌厉的剑气光影破空而至，带着寒意向你袭来。虽然距离远，威力减弱了不少，但那股劲风刮在你脸上，还是生疼。我是新来的剑士苏子安，请问灵虚真人在吗？你连忙掏出调令，生怕他再来一剑。我师尊请你来，是陪我练剑。少女收起剑，打量着你，拿着。她将手中的长剑扔给你，那是一柄没有开刃的下品灵器。你剑法怎么样？她问。我不会使剑。你老实回答。师尊。少女立刻抬头朝2楼喊道：你找的剑士不行啊，他连剑都不会，怎么陪我练剑吗？一个白发白须的老者从2楼走出，仙风道骨，哈哈，无妨，你可以教教他。少女撇撇嘴，转向你，我叫叶诗瑶，上品灵根，炼气3层。你呢？苏子安，五行杂灵根，炼气4层前期。叶诗瑶一愣，修为居然比他还高。他怀疑地问：你几岁？12岁。这话一出，不光是叶诗瑶，连楼上的灵虚真人都惊了。少年，五行杂灵根怎么可能在你这个年纪修炼到炼气4层？用的丹药比较多，你随便编了个理由。你修为比我高，以后可得让着我点。叶诗瑶有点怕了。诗瑶，灵虚真人笑道：你可是上品灵根，修炼速度比他快几百倍，还用他让？接下来，叶诗瑶开始教你一套叫领风剑法的基础剑法。1个时辰后，你勉强记住了所有招式，但怎么都领悟不了要领。叶诗瑶的耐心很快耗尽，动作要快，手臂要稳，出剑要狠。你但凡哪里出错，他手中的长鞭灵气就啪的一声抽在你身上。一天下来，你浑身青一块紫一块，要不是你炼气4层肉身结实，早被他重创了。晚上，你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回到房间，盘腿疗伤。照这样下去，你迟早要被他重创。不知道无名道卷对剑法管不管用？你心念一动，取下胸口的无名道卷，用毛笔在第一页写下领风剑法4个字。领风剑法，下品剑法，需领悟寒雪剑意，方能将此剑法发挥极致。下一秒，书页上浮现出图文并茂的剑谱。当你看向书中那个摆着剑招姿势的人影时，那人影突然活了。他在书中将整套领风剑法完整的演练了一遍。演练完毕，那人影竟化作一片晶莹剔透的雪花，从书中飞出，直接没入了你的额头。你闭上眼，能清晰的感觉到一个完美的人影正在你的视海中无休无止的演练着领风剑法。他手中长剑寒意凌冽，每一招每一式都蕴含着令人胆寒的剑意。这是一种意志，可以令人胆寒的意志。你瞬间沉浸其中，随着视海中的人影不断演练，你对剑法的领悟飞速提升。第二天，你起了个大早，抱着长剑在院子里等叶诗瑶。你倒是勤快。叶诗瑶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走了出来。师姐，你昨天教的剑法我已经领悟了，是吗？你演练一遍我看看。叶诗瑶一脸不信。你握住剑柄，刹那间，一股彻骨的寒意从你周身散发，周遭气温骤降。你脚步轻点，身形如鬼魅般飘动，手中长剑划出几道轻柔的剑光，丝丝缕缕的寒霜之气萦绕剑身，如同冰雾。你竟然一夜之间就领悟了寒霜剑意。叶诗瑶惊得从2楼直接跳了下来，打断了你。我晚上在脑子里练了一夜，就懂了。你跟我过几招。叶诗瑶不服气，也抄起一把长剑，身形如电，猛地向你袭来。你眼神一凛，脚下后撤，手臂一挥，一道寒霜剑气激射而出，与他的剑光轰然相撞，冰屑飞溅。叶诗瑶剑招连绵不绝，身形在风雪中穿梭，一道道剑气纵横交错，向你席卷而来。其中一道剑气擦中你的左肩，虽然没破皮，但那股寒意瞬间侵入，让你的左臂一阵麻痹。你深吸一口气，将全身灵力灌注于长剑，施展出领风剑法最后一式双华镜灭。一道巨大的森白色剑气挥洒而出，与叶诗瑶的攻击正面碰撞，轰！庭院爆发巨响。你凭借着更高的修为，一剑冲破了他的防御。叶诗瑶脸色骤变，想躲也来不及，剑气擦着他的衣衫而过，在他的肩头留下了一道浅浅的伤痕。他踉跄后退几步，望着你，眼中满是不甘和震惊。你敢伤我？他恼羞成怒，死死地瞪着你。你左肩也被叶诗瑶的剑气命中，受了不轻的内伤，但他更惨，精液已经染红了华服，肩头一道清晰的剑痕。你心里咯噔一下，我不是故意的。看到你这副害怕的样子，叶诗瑶眼珠子一转，反而笑了。如果我师尊知道你伤了我，你猜他会怎么对你？你沉默了，这摆明了是要威胁你。我可以不告诉他。叶诗瑶凑近你，压低声音，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你说你还能怎么办？他几乎贴到你的耳边，吐气如兰，说出的话却冰冷刺骨。以后不准再用剑意，尤其是我师尊在的时候，你要装得很笨。这女人的心思，你一下就懂了。她怕你的剑道天赋被灵虚看中，抢了她的宠爱。可以，你当即同意，但紧接着话锋一转，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说来听听。叶诗瑶的眼神像藏着刀子，很不爽。以后咱俩过招，你也不许用剑意，更不许伤到我。叶诗瑶扑哧一声笑了，满脸嘲讽。你一个大男人，还怕我伤了你？不过他还是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说完，他收起剑，转身回房疗伤，脱下衣服，看着肩头的剑痕，银牙紧咬，眼里几乎要喷出火来。苏子安，你给我等着。他输在修为，但他是上品灵根，修炼速度是你的几百倍。他想等他突破到炼气4层，一定要让你好看。练剑之余，你也在拼命修炼。现在的你，修炼速度一日千里，短短1个月就冲到了炼气4层的巅峰，瓶颈早就松了。你现在是硬压着修为，不敢突破，生怕秘密暴露。就在这时，叶诗瑶养好了伤，声音从门外传来：苏子安，出来练剑了。今天教你中品剑法，碧波剑诀，看仔细了。他演练了一遍，剑光粼粼，暗藏锋芒。对现在的你来说，掌握剑招轻而易举。你盘算着，等晚上回去用无名道卷一参悟，剑意立马就能到手。和他过了几招后，叶诗瑶从乾坤袋里掏出一袋贡献点，师尊给你的500点，这么多。你脸上终于有了笑容，1个月500贡献点，这日子可比在杂役堂强太多了。拿到钱，你立刻告了半天假，直奔外门珍宝阁。师弟要点什么？一个负责
责接待的杂役斜眼看你有没有能隐藏修为的秘法。那杂役一听，直接嗤笑出声，语气充满不屑：你一个杂役还隐藏修为？藏西术下品秘法400贡献点，他断定你就是随口一问，根本买不起。乾坤袋怎么卖？你又问下品的500，中品的1000，来个下品的。你把刚到手的贡献点拍在柜台上，回到住处，你立刻把绑在胸口的无名道卷塞进了乾坤袋里。接着你取来纸笔，在道卷上写下藏西术和碧波剑诀，光影闪动，秘法和剑法瞬间在你脑中融会贯通。有了藏西术，老子终于可以放心突破了。你心念一动，不再压制，丹田内的灵力瞬间暴涌而出，形成道道气浪，一股更精纯的灵力在你体内凝聚，力量、感知、生命力都暴涨了一截。炼气5层前期，你迅速运转藏西术，将外在气息稳稳地伪装在了炼气4层。第二天，你和叶诗瑶的对练又开始了，在不使用剑意、不伤到对方的前提下，你们的对练简直像小孩过家家。结果灵虚真人回来一看，脸当场就黑了。诗瑶，再过2个月就是你和通玄长老弟子切磋的日子。他对着叶诗瑶话里话外却全是敲打，再这么练下去，我的老脸都要被你丢光了。叶诗瑶低着头，像个犯错的孩子。紧接着，他从乾坤袋里取出一件护甲扔给你，这是玄甲衣，下品灵气，我要用剑意了，会尽量不伤到你。你明白他的难处，只能穿上护甲硬抗。结果就是一天下来，你浑身都是暗伤。他的寒系剑意专门伤人脏腑。入夜，你正在房间里运功疗伤，门被悄悄推开了，是叶诗瑶。苏子安，是我。他压低声音，生怕被楼上的师尊听见。你来干嘛？你正窝着火呢。要不是你压着修为，还不能用剑意，他能伤到你。这是9炼真身，上品秘术，可以提升肉身强度。他把一本秘籍放在你床头，好好练，以后就不容易受内伤了。千万别让我师尊知道，他给你这宝贝不是示好，是想把你打造成一个更耐揍的人肉沙包。知道了，你收下秘术，等他一走，你立刻开始修炼。靠秘法一运转，体内灵力激荡，皮肉与经脉承受着剧烈冲击，需不断引导生命精华才能将其驯化。但为了变强，你咬牙撑了下来。2个月后，灵虚和通玄2位长老的真传弟子切磋之日到，地点就在清玄峰。灵虚摆下宴席，广邀同门，其中赤霄崖的苍穹真人还带来了他的爱徒。秦晚，你作为剑士，只能跟在叶诗瑶身后伺候。你看着台上那几个被长老们视若珍宝的天才，内心一阵冷笑，太弱了。我这爱徒刚入门2年，就让他演练一套剑法，给大家助兴如何？苍穹真人嘴上谦虚，实际上就是来砸场子的。秦晚得到示意，一跃登上高台，行了一礼后，目光直勾勾地看向你这边。夏师姐，你的剑士可否借我一用？他早就盯上你了，和叶诗瑶打，他没把握，但采一个杂役出身的剑士稳赢。叶诗瑶看了一眼你，又看看秦晚，问道：你确定？夏师姐若是不愿意，那师妹只好斗胆向师姐讨教了。秦晚脸上带着恶意的微笑，自信满满。叶诗瑶气不过，拔剑就要上台，却被你一把按住。想挑战我家剑主，得先过我这一关。你持剑走上高台，你等这一刻，等了太久了。本来你想安安稳稳度过这3年，但偏偏是秦晚这个曾经百般羞辱你的女人送上门来，这口气你咽不下。苏子安，秦晚见你上台，笑得更灿烂了。我下手会很重，败在我手上的剑士已经有10个了。你确定？你二话不说，从乾坤袋里掏出叶诗瑶给你的玄甲衣，直接扔在他面前。我下手也重，你最好穿上。你的语气里满是不屑，你敢挑衅我？秦晚瞬间炸了，台上的苍穹真人也怒了。小婉，不必留手，有了师尊撑腰。秦晚的剑动了，你随之迎击，2剑相撞，灵力爆开。他的剑势太弱，直接被你的剑气震得连退数步。1个回合，高下立判，怎么可能？你竟然是炼气6层！秦晚满脸难以置信，你要是觉得我修为欺负你，你淡淡开口，我可以压着修为跟你打。你话音刚落，身上的气息瞬间压制到了和他同阶的炼气4层。秦晚怒火攻心，再次持剑杀来，用的是他的得意剑法青红剑法。领风剑法，寒芒出现，你高高跃起，一剑直刺而下，冰雪剑气瞬间让周遭气温骤降，枪漫天冰霜炸开，青红剑翼被轻易碾碎。秦晚连人带剑被你一剑轰飞数丈，直接滚下了演舞台。你收剑而立，声音不大，却传遍全场。就你这点实力，也配挑战我家剑主？回去再练几10年吧。秦晚哇的一声，当场气得呕出一口金光，全场哗然，台上的长老们全都惊呆了。一个杂役剑士压着修为，用最下品的领风剑法碾压了上品灵根天才的上品青红剑法。师兄，你这清玄风真是卧虎藏龙啊！苍穹真人皮笑肉不笑的恭维一句，飞下台去查看秦晚的伤势。师尊，他明明只是个5行杂灵根，怎么会这么强？秦晚还在溢出金光，你说什么？他是5行杂灵根？苍穹真人大惊，立刻站起身，对着你高声喊道：少年，可否让我检测一下你的灵根？没等你回答，灵虚真人猛地站了起来，直接打断：苍穹，是你自己让你徒弟上台的，怎么输了不服气？天意师兄误会了，我只是想干什么？想对我的人出手，以为我看不出来？灵虚真人寸步不让，他看出了你的不凡，绝不可能让你被别人抢走。诗瑶，该你上场了。灵虚直接转移话题，叶诗瑶硬着头皮上了台，他的对手通玄长老的弟子魏红，在见识了你的实力后，已经吓得腿软，没打几下就认输了。叶诗瑶赢了，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风头全被你这个剑士抢光了。他回到座位，恶狠狠地瞪着你，压着声音说：原来你一直隐藏修为，难怪我打不过你，你误会了。你淡淡的回了一句：什么意思？我一直都在压着修为和你对练，同境界，你依然不是我的对手。叶诗瑶被你噎得说不出话，只能白了你一眼，扭过头去。宴会一结束，灵虚立刻把你叫到了他的房间，他用法力在你体内游走探查，越探查越是心惊，你竟真的是5行灵根，可为何如此精纯？这通透程度已经堪比极品灵根了。你的剑法是谁教的？叶诗瑶师姐，你领悟寒霜剑意用了多久？1天。灵虚目光一凝，突然开口：诗瑶，进来。门外的叶诗瑶吓了一跳，只能乖乖走进来。他说的可是事实？灵虚质问他。是。叶诗瑶抠着手指，可我平日见你们对练，他从未使用剑意，又是为何？你知道，你翻身的机会来了。是叶诗瑶师姐说，我见到天赋太高，怕被您看
看重，不允许我在您面前显露。你一五一十的把他如何胁迫你的事说了出来。此事当真，林虚脸色一沉，叶诗瑶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师尊，是他先把我打伤的。但林虚根本不理他，他缓缓蹲下身，目光与你平视，眼神灼热而期待。老夫乃是清玄峰首席长老，金丹修为，你可愿拜我为师？你很清楚，你若不同意，就会陨落。一个天才杂役，他绝不会放任流落到别人手中。晚辈当然愿意。你嘴上阿谀奉承，心里却记着他当初那不屑的眼神。只是我一个杂役，拜您为师，不会辱没您的威名吗？放心。林虚大笑，只要你拜我为师，你就是真传弟子。那些内门弟子见了你，都要叫一声师兄。弟子苏子安拜见师尊。你立刻行礼。好好好。林虚大喜，诗瑶还不快来见过你师兄？师尊，我先拜的师，为什么他是师兄？叶诗瑶不服气的嘟囔，他比你大，修为比你高，你觉得你配做他师姐吗？林虚老脸一沉，叶诗瑶委屈的又哇哇大哭起来。林虚送了你一个中品乾坤袋作为拜师礼，然后把自己的令牌交给叶诗瑶，带你师兄去办理入门登记。一路上，叶诗瑶都在骂骂咧咧。好你个苏子安，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有心机？我有心机。你眉头一皱，冷冷道，我今天在台上帮你赢了秦婉，给你长了脸，你不谢我。还有，以后跟我说话客气点，小心我揍你。你现在的身份是他的师兄。叶诗瑶一听这话，脸瞬间垮了，连忙拉着你的衣角，娇嗲的说，师兄别生气嘛，人家心里其实很敬佩你的。你看着他这副嘴脸，只觉得反感。我还是喜欢你之前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办完手续，你回到房间，打开了师尊送的拜师礼，888枚灵石，一柄上品灵气秋水剑，一本上品剑诀星河幻影剑，还有10枚引气丹。你立刻取出无名道卷，开始参悟新的剑诀。一夜过去，你已将剑诀参悟了1成。第二天天刚亮，你就直接去敲叶诗瑶的房门，赶紧起床陪我练剑。凭什么？凭我是你师兄。你直接推开门，揪着他的衣领子把他拖了出来。今天师尊不在，我下手可是很重的。哼嗯，叶诗瑶直接嚎啕大哭，但你根本不惯着他。枪枪枪，你压着修为，只用剑招，也把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突然他一个脱力，你收剑不及，一道凌厉的剑气直接刺入了他的胸膛。这么不经打，你皱了皱眉，把瘫倒在地的他抬回房间。你不想被师尊误会，想了想，立刻动身前往内门珍宝阁，用灵石买了疗伤丹药和化元神诀所需的灵草。回到清玄峰，你先给叶诗瑶喂下丹药，帮他疗伤，等他伤势好转，你才回到自己房间，将房门锁死。你将刚买的灵草捣碎，一口吞下，剥皮刮骨般的剧痛再次袭来。你颤抖着双手，一遍遍运转化元神诀。终于，你那5行灵根达到了梦寐以求的天灵根级别。现在的你，修炼速度将是普通天灵根的5倍。就在这时，林虚的声音从庭院传来：“子安，诗瑶，为师回来了。”你和叶诗瑶立刻出门迎接，结果叶诗瑶一见到师尊，立刻指着你哇哇大哭起来：“师尊，师兄趁你不在的时候欺负我，成天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你师尊林虚真人重重的哼了一声，显然没把叶诗瑶的眼泪当回事。紧接着，他朝你喊道：“子安，快哄哄你师妹。”说完，他自顾自拎着那只火纹虎进了厨房。玄阶妖兽的肉可不好处理，得他亲自动手。师尊一走，你几步逼近叶诗瑶，脸上的怒意毫不掩饰，眼神像刀子一样扎过去。叶诗瑶被你的气势吓得踉跄后退。乖，别哭了。你咧开嘴，露出一个堪称狰狞的笑容。师兄会心疼的。这一笑直接把叶诗瑶吓得魂飞魄散，他尖叫一声，逃回了自己的房间。很快到了午时，饭桌上，师尊把火纹虎的心脏割下来，直接放进你的餐盘里。子安，你身子骨弱，多吃点这个，补充本源。旁边的叶诗瑶嫉妒的小嘴都快嘟到天上去了。师尊，你放下筷子，恳求道：“我想去杂役堂请一个剑士。”可以。灵虚真人毫不犹豫的回答：“拿着我的令牌去，直接调人。”多谢师尊。一听这话，叶诗瑶顿时眉开眼笑。太好了，以后再也不用陪你这个怪物对练了。诗瑶，灵虚真人转向他，马上就是宗门大考了。去年你垫底，这次必须进前20。叶诗瑶感受到久违的关切，立马拍着胸脯保证：“师尊放心，我一定进前20。”师尊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没再多说。饭后，你拿着长老令牌，直奔杂役堂。当值的正是堂主石霸，他一见你内门弟子的服饰和炼气6层的修为，立马矮了半截，点头哈腰的迎上来。不知这位师兄大驾光临，有何吩咐？他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位就是他苦苦寻找的仇人苏子安。你懒得废话，直接亮出令牌：“柴房的赵浩然，我要调他做我的剑士。”石霸愣了一下，赶紧翻开名册，这才找到了赵浩然这个名字。师兄您请坐，喝茶。他恭敬的给你沏上茶，小的这就去把人给您带来。说完，他御剑而起，化作一道流光冲向柴房。10个呼吸之后，柴房石霸的身影从天而降。谁是赵浩然？他厉声喝问。赵浩然吓得斧头都掉了，连滚带爬的跪下。小的赵浩然拜见堂主大人，内门清玄峰的前辈点名要你去做剑士，收拾东西跟我走。石霸言简意赅，赵浩然当场就懵了，脸色惨白。堂主大人，我犯什么错了？当剑士那是风险极高啊，他最好的兄弟苏子安就是这么没的。别废话，不是你犯错，是那位前辈点名要你。石霸不耐烦的吼道：“堂主大人，我不想去冒险啊！”赵浩然抱着石霸的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开始嚎：“我警告你，那位前辈可没耐心等你，惹他不快，你今天就得陨落。”这时，柴房主事王管事走过来，拉起撒泼打滚的赵浩然：“内门的大人物咱惹不起，去吧，没准是好事。王管事，你救救我！苏子安走了，我干活最勤快了，你帮我求求情啊！”赵浩然死死抱住他的大腿，这下石霸的耐心彻底告罄，他猛地驾驭飞剑冲到赵浩然身边，一把抓住他的肩膀，直接把他拎上了天，朝着杂役堂飞去。师兄，人给您带来了。石霸像扔无用之物一样把赵浩然扔到你脚下，赵浩然吓得魂不附体，抱住你的大腿就开始哭嚎：“前辈
辈饶命啊，小的给您做牛做马，就是别让我当剑士。你摇了摇头，无奈的开口，然子，男子汉大丈夫，流金夜不流泪。这个称呼，这个声音，让赵浩然浑身一僵。他猛地抬头，看清了你的脸，苏子安，你怎么，你还活着？赵浩然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说来话长，你把他扶起来，简单解释道，我被灵虚真人看中，收为真传弟子了。赵浩然摸着你身上华贵的绸缎，震惊的说不出话来，半天才憋出3个字，了不起。以后你名义上是我的剑士，实际上安心修炼就行，没人敢动你。你拍了拍他的肩膀。就在这时，一个冰冷的声音插了进来，你叫苏子安，是石霸。他死死的盯着你，脸色不对劲。是我，有事。你毫无惧色的回视他。柴房之前的那个杂役弟子，你点了点头。他的声音压得更低，带着寒意。是你解决了我族人师梦。是我。空气瞬间凝固。为什么解决他？石霸的脸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欺辱我，我一怒之下就把他解决了。你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笃定他不敢动手。果然，石霸死死瞪着你，拳头捏得咯咯作响，最终却只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硬生生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那可真是该解决。随即，他脸上瞬间堆满假笑，呵呵呵。第二天，玄寂和吴尘一回来，石霸立刻找到了吴尘。苏子安真是5行杂灵根，你确定没看错？堂主，千真万确，我亲自探查，还用验灵石确认过，他的资质烂到了极点。石霸眼神一寒，这就对了，石猛那小子专爱欺负没本事的，他会去欺辱苏子安，说明这小子身上一定藏着什么天大的机缘。一个杂灵根能在1年内修炼到炼气6层，这根本不可能。想到这里，石霸眼中闪过一丝贪婪，立刻御剑飞起，直奔内门赤霄崖。他要去见他的靠山，他的老祖石玄长老。赤霄崖一座庭院内，老祖晚辈有大事禀告。石霸恭敬地站在院外，院内2位金丹老怪正在对弈，一位是赤霄崖首席长老苍穹，另一位就是石霸的老祖石玄。说石玄头也没抬，杂役堂出了个小子，12岁，5行杂灵根，现在是炼气6层。话音刚落，2位长老下棋的手同时停住，猛地看向他。你说的是不是一个叫苏子安的小子？苍穹真人冷冷开口，长老您也认识他？石霸大惊，前些日子在宴会上打伤我爱徒的就是他。苍穹咬牙切齿。石霸一听，心中大喜，立刻添油加醋，老祖这厮1年前还解决了我族人师梦，他身上绝对有大秘密。5行杂灵根，炼气6层。石玄眼中金光一闪，等老夫抽空把他绑来，搜个魂，一切就都清楚了，何必劳烦你我动手？苍穹落下一子，胜券在握的笑道：3个月后就是秋闱试炼，我儿陆阳自会替我们解决他，如此甚好。石玄点了点头，灵虚那老东西不好惹，让小辈出手最合适不过。与此同时，清玄峰，你的府邸，赵浩然像个跟屁虫，整天跟在你身后。此刻，你一套星河幻影剑演练完毕，剑气纵横，漂亮。赵浩然在一旁卖力喝彩。你收起剑，看着他，然子，你不能再这么混下去了。我都炼气7层了，你才2层，要不再给你练一次灵？赵浩然一听，脸都白了，疯狂摇头。算了算了，能活着就行，那罪我可不想再受第2遍。行吧，你叹了口气，我让师尊帮你去灵芝堂找个清闲的活，我就待这儿挺好的。他抠着脚下的大石头，小声嘀咕：你不再管他，回房修炼。对你来说，在丹药辅助下，1年内冲到炼气9层都不是问题。你一走，赵浩然闲得没事，跑去看叶诗瑶练剑。师姐，剑法好厉害，滚一边去，别烦我。叶诗瑶没好气的吼道。自讨没趣的赵浩然只好一个人在清玄峰上闲逛。不知不觉，他被一阵花香吸引，来到半山腰的一个山洞外。洞外的花圃里，百花争艳，全是灵植。赵浩然看得吃了，伸手就想去摘那朵最妖艳的媚心兰。别碰它，有毒。一个轻柔的女声传来。赵浩然回头，看见一个眉眼清秀的少女，她穿着外门弟子的服饰，气质却温婉动人，上面的粘液会让皮肤溃烂。少女再次提醒赵浩然，尴尬的收回手，挠头傻笑。多谢师姐提醒，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云长，这里是你的洞府吗？赵浩然没话找话。云长脸上闪过一丝无奈，我一个外门弟子怎么会住在这里？我和你一样，都是迫不得已。迫不得已？你被人胁迫了？赵浩然顿时激动起来。你等着，我兄弟是灵虚真人的真传弟子，我让他来救你。哎，你误会了。云长急忙拉住他，脸颊微红，低声道：我是魏红师兄的特殊体质，你犯不着为我得罪他。说完，他羞红着脸，转身跑进了洞府，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赵浩然愣在原地，脑子里只剩下胁迫和特殊体质2个词。他疯了一样冲回你的房间，子安，快帮兄弟个忙，去救人。听完他的讲述，你皱起了眉头。然子，我觉得他是自愿的，如果真被胁迫，他早就跑了。但赵浩然不信，死拉硬拽非要你去。路过门口，正在练剑的叶诗瑶听见了你们的对话，冷哼一声，我知道什么是特殊体质。说，你眼神一冷，逼近一步。叶诗瑶吓了一跳，不情愿的开口，师尊以前也有一个，就是个器皿，拿来用的。后来那个女人趁师尊不在，自己逃了。赵浩然一听更急了，云长姑娘那么好的人，怎么会甘愿做别人的器皿？他拉着你再次冲向了那个山洞。云长姑娘，开门，我带人来救你了。洞府门缓缓打开，云长站在门口，他身后还有一个脸色苍白的男子，正是魏红。你误会了，我是自愿的。云长低着头说，可你明明说你是迫不得已。我就是随口一说。云长脸更红了，他身后的魏红终于忍不住了，冲你们咆哮：1个月1枚引气丹，公平交易，关你们什么事？他一把将云长拽进洞府，砰的关上门，紧接着里面传来了魏红的怒骂和云长的求饶声。星号星号，那声音让赵浩然面红耳赤，再也听不下去，捂着耳朵逃走了。第2天一早，赵浩然冲进你的房间，双眼通红。子安，我想继续炼灵。他似乎想通了，让他发愤图强的不是同情，而是昨天感受到的那种自卑，以及身体最原始的欲望。你拿出几枚灵石交给他。很快，赵浩然的房间里就传出了痛苦的喊叫。你守在门外，不让任何人打扰。叶诗瑶被叫声吸引过来，好奇的问，他怎么了？你别管。你趁机问道，我给你的那本九炼真身，为什么我练到淬体一重天就卡住了？叶诗瑶眼睛一亮，我告诉你有什么好处。你冷笑一声，2个月后就是内门试炼，进了万寿谷，师妹不想我罩着你。叶诗瑶这才开口，想加速修炼，必须配合
药补，否则光靠自己练，几年都难有寸进。等赵浩然熬过炼灵的痛苦，你立刻动身前往珍宝阁，还是那个小王接待你。我需要炼体的灵药。好嘞，龙元果、碧玉参、雷鸣竹。小王报了一大串名字，每样都给我来一份。前辈，其实丹药效果更好，比如炼骨丹也来1枚。好嘞，总共是800下品灵石。你心里咯噔一下，这价格正好把你身上的灵石掏空。炼骨丹是3品丹药，价值600灵石，平时只有筑基大修才舍得买。小王解释道。你肉痛的付了钱，回到住处，你开始一种一种的试验灵药。果然，很多昂贵的灵药效果平平，只有碧玉参、雷鸣竹和云雾莲对肉身强度有奇效。炼化所有灵药后，你的肉身境界达到淬体2重天。接着，你服下那枚价值600灵石的炼骨丹，修为堪堪冲到淬体3重天。想要继续提升，必须烧钱。于是，你直接去了灵芝堂，找到了木青。哟，苏子安穿上内门弟子的衣服了。木青走近你，立刻感受到一股恐怖的威压，脸色一变，连忙改口：恭喜师兄，你开门见山，以后你这几亩灵田我包了，专门给我种云雾莲、碧玉参和雷鸣竹。木青掰着指头一算，脸都绿了。师兄，这成本得1000万贡献点啊！贡献点我来想办法，你只管种，你直接拍板，我1年给你3000贡献当工钱，干不干？干，当然干。木青连忙点头，等我这茬收了，明年开春就给您种上。交易谈妥，你回了灵虚府。现在你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必须在明年开春前赚够1000万贡献点，一枚灵石200贡献，那就是整整5万枚灵石。你找到师尊灵虚真人打听，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在内门想快速赚取大量灵石，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接宗门发布的那些最危险、奖励也最丰厚的任务。你需要灵石，很多灵石，所以你站在了问道楼的昭告碑前，那上面密密麻麻的卷轴，每一个都代表着一笔收入。你早就盯上了一个护送任务，报酬1万灵石，足够诱人。可惜几个筑基期的家伙像墙一样堵在前面，那股威压让你呼吸都困难，你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卷轴被一个壮汉撕走，心里憋着一股火。他们一走，剩下的任务就没几个好啃的了。就在这时，一个新任务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清除魔修百象魔，炼气8层，奖励8000灵石。百象魔可是炼气8层，一个人搞不定，咱们联手怎么样？一个满身酒气、腰上挂着酒葫芦的中年男人嚷嚷道。一个背着长弓的女人立刻回应：可以，8000灵石，一人一半。机会来了，可以加我一个吗？你立刻站了出来。两人回头看到你这个12、13岁的少年，都愣了一下。那女修士秋水打量了你几眼，笑了。当然可以，小师弟年纪轻轻就炼气7层了，了不起，是极品灵根吧？他想巴结你，但你只是笑了笑，没接话。先说好。那醉鬼狂涛打断了他，一脸严肃的强调：宗门奖励的8000灵石，还有解决了百象魔之后他身上所有的东西，咱们3个必须平分。同意。你和秋水同时点头。夺人钱财，懂的都懂。狂涛炼气7层，用锤的；秋水炼气8层，完工的；苏子安炼气7层，实践。3个人围剿一个炼气8层的魔修，听起来胜算很大。于是你们接了任务，马不停蹄，直奔南边的苍云山脉。这里是3不管地带，灵气稀薄，遍地匪徒，还有些逃难来的凡人。百象魔就靠吞噬这些人的灵魂修炼。狂涛师兄，他为什么不去凡人界大肆清除？你忍不住问。嘿，狂涛笑了，修士没了灵气，修为会倒退，不然凡人界早成魔修的天堂了。很快，你们就摸到了卷轴上标注的洞府，里面没人。秋水修为最高，神识一扫就有了结论，他出去了，在这儿等，他回来肯定会发现我们。秋水皱起了眉，同是炼气8层，他很清楚这个境界的神识有多敏锐，那怎么办？狂涛问。我可以在洞口布个隐身阵法，屏蔽气息。秋水看了看你们，不过布阵的灵石你们得跟我平摊。当然，你第一个同意。狂涛也点了点头。紧接着，秋水拿出10几枚灵石，手指翻飞，打出几个法印，嗡的一声，一道光幕把你们3个罩住。从外面看，这里什么都没有。1天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情报不会错了吧？狂涛开始不耐烦了。再等等。秋水说着，又换了一批灵石。阵法这东西就是个烧钱的玩意儿。就这么2天又过去了，你们已经耗掉了100多块灵石。终于在第3天夜里，负责放哨的你发现了动静，你立刻叫醒了另外2人。月光下，一个戴着鬼脸面具的黑袍人正朝洞府走来，他身上那股邪气隔着老远都能闻到，他就是百象魔。他手里拽着一根绳子，后面串着6个面黄肌瘦的凡人，还有一个穿着宗门服饰的修士，只有炼气3层，气息萎靡的被拖在地上，留下一条长长的痕迹。你看到这一幕，火气噌的就上来了，简直一起上，解决他！你瞬间就想冲出去，然而狂涛一把将你死死按住，别冲动，等他进了洞府再动手。瓮中捉鳖，让他跑了怎么办？他低声警告你。就在这时，那百象魔似乎闻到了什么，停下脚步，鼻子在空气里嗅了嗅，面具之下，嘴角咧开一个诡异的弧度。他没多想，掐诀打开洞府师门，拖着那些祭品走了进去。过了一会儿，你和狂涛悄悄跟了上去。秋水本想在外面放冷箭，但发现洞里七拐八绕的，根本找不到目标，也只好跟了进去。谁知秋水刚一进洞，身后的石门轰隆一声自己关上了。结，阴冷的怪笑在洞府里回荡。下一秒，整个洞府金色光芒大盛，无数隐藏的阵法纹路从地面和墙壁亮起，将你们彻底笼罩。一股冰冷的寒意瞬间侵入体内，你感觉自己的灵力和精神都在被这金色光芒飞快的抽走。这是炼魂阵，他把整个洞府都改造成了阵法。快动手！秋水最先反应过来，声音里带着一丝惊恐。再拖下去，你们3个都得被吸成人干。你和狂涛也意识到不妙，立刻祭出灵气，朝着那道黑影冲了过去。百象魔终于转过身，手中多了一把短笔，他的身形快得像一道鬼影，在金色光芒中穿梭。是一道寒光擦着你的脖子划过，带出一串金色的光点。如果不是你的肉身足够强悍，这一下你的脑袋已经搬家了。狂涛，小心！秋水强大的神识预判了他的动作，大声提醒。话音未落，百象魔已经闪到了狂涛身后。狂涛被提醒，猛地转身一锤挥出，百象魔却诡异的后仰，像没骨头一样躲开了攻击，身影一闪，直接冲向了秋水。他知道秋水这个眼睛最麻烦。秋
秋水擅长远射，被近身就是个活靶子。他神识锁定了对方，身体却跟不上，只能转身就跑。转眼间，秋水就被逼到了紧闭的石门前，退无可退。噗！那把淬毒的短笔毫不留情地刺进了他的后背。就是现在，你抓住了他攻击的瞬间僵直，一道剑气横斩而出，百象魔被迫拔出短笔，体表罡气瞬间亮起，剑气斩在上面，只刚好破了他的防，没能伤到他。你的剑意还差了点火候，受死！狂涛也吼叫着冲上来，巨锤带着风声砸下，百象魔双臂交叉硬抗，被打得后退几步，同样毫发无伤。就在这时，秋水忍着剧痛，从剑袋里摸出一根羽剑，反手用尽全身灵力，猛地刺进了百象魔的后腰，几乎是他自己被刺中的同一个位置。百象魔吃痛，硬扛着狂涛砸在他肩膀上的一锤，拼死冲出了你们的包围圈。他站在远处，双手掐诀，加速了阵法的运转。那些被拖进来的凡人，脸色瞬间由白转紫，再由紫转黑，眼里的光彩迅速熄灭，变成了行尸走肉。不行，灵力快被榨干了。狂涛喘着粗气，已经有些站不稳了。你深吸一口气，顾不上了。星河幻影剑，星陨，你只诀变换。秋水剑瞬间分化出60多道剑气，如暴雨般覆盖了百象魔所在的位置，让他避无可避。百象魔只能停下催动阵法，再次撑起护体罡气抵挡。就在这一刻，秋水闭上了眼睛，拉开了长弓，他强大的神识死死锁定了百象魔的气机。嗖，羽剑破空，在百象魔的护体罡气被剑雨削弱到最薄弱的瞬间，精准的穿透了他的胸膛。随着百象魔倒下，漫天金色光芒也渐渐散去，只是那些凡人和那个炼气3层的修士早已没了气息。你刚松了口气，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可谁都没想到，站在秋水身边的狂涛却给了你一个天大的惊喜。他猛地挥动手中的巨锤，趁着秋水运功疗伤，毫无防备，一锤朝着他的后脑勺砸了下去。轰！一声闷响，狂涛的巨锤重重砸在秋水毫无防备的脑后，他甚至来不及反应，便当场生机断绝。你干什么？你脑子嗡的一声，厉声质问。干什么？狂涛脸上露出扭曲的邪笑。他受伤了，解决掉他，我们就能少一个人分奖励，很简单，不是吗？他慢条斯理的补充道。百象魔的乾坤袋归你，秋水的归我。说着，他弯腰去拿秋水腰间的乾坤袋。你愣在原地，似乎还没从震惊中反应过来。狂涛见你没动静，狞笑一声，你小子不想要，那我就不客气了。他直起身就要去拿百象魔身上的乾坤袋，你见状也立刻冲过去，像是生怕好处被他抢走。你冲到百象魔残骸旁，刚刚弯下腰，呼，身后的狂涛再次挥舞巨锤，带着破空声狠狠砸向你的后背。轰隆，又是一声巨响，整个山洞都晃了晃，你像个破麻袋一样飞了出去，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生机断绝。结结，狂涛发出得意的怪笑，他先是搜刮了百象魔，然后走向你。愚笨之人，极品灵根又怎么样？还不是败在我手里。他嘲讽着，伸手探向你腰间的乾坤袋。然而他的手指刚刚碰到你的袋子，一道冰冷的剑气毫无征兆的从你体内爆发，瞬间洞穿了他的胸膛。装作失去生机，狂涛难以置信的瞪大了眼睛，一口金光喷了出来。你从地上一跃而起，毫发无伤。那一锤甚至没能破开你淬体3重的肉身防御。秋水剑寒芒一闪，直刺狂涛。狂涛被心念剑气重创，肺腑如同结冰，连挥锤的力气都弱了3分。等等，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你受了我一锤，伤的也不轻吧？我们到此为止，怎么样？你用行动回答了他，眼中只有寒意。对这种背后捅刀子的无耻之徒，多说一个字都是浪费。剑光凛冽，攻势不减，狂涛本就重伤，根本无力抵挡，几招之内就被你一剑封喉。看着洞里3具残骸，你轻叹一口气，去他的合作共赢。你把3个乾坤袋里的东西倒了出来，2000灵石，一把上品战锤，一把上品弓弩，还有10几根上品羽箭。最大的收获来自百象魔的乾坤袋，一本他自己手写的万阵图录，记录了200多种阵法名录和材料，还有一本残缺的身法秘术幽影簿。而秋水的袋子里也有一本残篇窥神篇，正是他神识强大的来源。你没多停留，割下百象魔的头颅，立刻回宗复命，8000灵石到手，加上缴获的2000，你现在有1万灵石，但这还不够。回到灵虚府，你立刻拿出无名道卷、万阵图录、幽影簿、窥神篇，所有残缺的、不完整的功法秘术，在无名道卷的演化下，全都变成了完美无缺的版本。你一下子掌握了200多种阵法的布置方法，一门顶级的身法，还有能无限提升神识的秘法。但是你依旧缺钱。回想起这次任务的凶险，你心有余悸。若不是肉身够硬，你已经陨落了。你不想再这么冒险了。你看着桌上的万阵图录，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卖阵法图。你把200多种阵法图单独抄录下来，直奔珍宝阁。小王，护山阵阵法图什么价？你问。小王一见你，立马笑脸相迎。苏师兄，上品阵法图统一价200灵石一张。你又问。子母双杀阵呢？中品阵法图100灵石。了解完价格，你心里有了底，扭头就走。在内门和外门交界处有个弟子们自己摆摊的方式，你找了个空位，竖起一块牌子，阵法图专攻，然后你就盘膝坐下，开始修炼。一连3天，一个顾客都没有，你也不急，卖不出去就当修炼了，不亏。终于第4天，一个穿着阵法一脉服饰的外门弟子在你摊位前停下了。师兄，你这儿有什么阵法？你把万阵图录的目录丢给他，他眼睛一亮，我要千机阵、演气阵、传送阵，一共多少灵石？200，这么便宜？他惊呼一声，这3样在珍宝阁至少要300。他付了钱，验了货，确认无误后，一脸激动，师兄，你这价格太公道了，我回去就帮你宣传，我们阵法一脉的师兄弟们肯定抢着来买。说完，他千恩万谢的走了。等他一走，你又拿出纸笔，把那3张阵法图重新抄录了一份。对你来说，这就是无本的买卖。自此之后，你白天摆摊，晚上修炼9炼真身和窥神篇，小日子过得倒也安稳。2个月后，你的摊位突然炸了。七杀阵给我来一份，我要护身阵、聚灵阵图纸还有没有？明天就是1年1度的秋闱大考，内门弟子们都在疯狂采购保命的玩意儿，其他摊位早就卖光收摊了，只有你这里货源充足，排好队，一个个来。你抄录得手都快断了。一天下来，你足足赚了6000灵石，加上之前的，总共到手8000，离你的目标还差3万2。看来最后的希望只能寄托在这次秋闱试炼上。晚上，你师尊灵虚真人难得回来，师徒3人大口吃肉，酒足饭饱后，灵虚看着你，神
色凝重。子安，明天的秋闱大考，照顾好师瑶，师尊放心。还有，他拿出一面古朴的盾牌，这是上品灵宝，赤阳盾，你收好，记住，保命最重要，排名都是虚的，活着才有机会。上品灵宝，这玩意儿的威能是灵气的10倍以上，有了它，你在炼气期几乎就是无敌的。师尊真偏心。叶诗瑶在一旁嘟着嘴，眼睛里全是羡慕。你没理他，迅速将赤阳盾炼化，同时你悄悄运转藏息术，将自己的修为从炼气8层伪装成了炼气6层。听说试炼之地的妖兽专挑修为高的下手，你必须做好万全准备。第二天，修为大考正式开始，所有炼气期弟子都聚集在9峰以南的一处大峡谷外。峡谷内灵雾缭绕，神识无法穿透，里面豢养着无数专攻试炼的妖兽。幽冥狼试炼得分批进行，首先进去的是内门那180位筑基期大修士，他们的任务是清理掉里面最强的玄阶狼王。你和叶诗瑶、魏红带着清玄峰的弟子们在峡谷上方安静等待，你干脆盘膝打坐，继续修炼。7天后，峡谷内的厮杀声终于停了，筑基期的试炼结束，进去180人，出来175人，陨落了5个。你心里一凛，连筑基大修都会陨落在里面，这次试炼恐怕没那么简单。一个浑身是伤的筑基修士高声向裁判长老报功：主峰弟子江云凡斩狼王10头，翠微峰弟子方正斩狼王3头。最终，主峰的江云凡以最多的玄阶金盒获得第一，奖励了1枚珍贵的碎丹精液。现在轮到你们炼气期弟子了，筑基期弟就奖1枚劣等碎丹精液。你心里泛起了嘀咕，这宗门也太抠了，拿这种次品当头奖。你不明白，旁边魏红那家伙用一种你很不爽的语气开枪了。劣等碎丹精液也是无价之宝，在南域能让筑基期的大佬们抢破头。听他那意思，这丹药就是炼废了的残次品，药力不到1成，单独还死重，简直是无用之物。就在这时，裁判长老的声音响彻全场：炼气期弟子入谷！一声令下，上千号人像疯了一样涌进峡谷，跟下山的蚂蚁似的。有几个牛逼哄哄的家伙，一看就是炼气9层以上，直接踩着飞剑就过去了。其中一个就是赤霄崖首席长老的儿子陆阳，那小子一脸冷酷，脚踩飞剑，怀里还抱着你刚揍过的秦婉。他们身后还跟着2个炼气9层的跟班。怪的是，这4个人压根没看谷里的妖兽，眼睛死死地盯着你们清玄峰的阵营。秦婉的目光扫来扫去，终于在人堆里锁定了你，在那儿，他手指着你，声音尖利。下一秒，4道剑光直冲你而来。你一进峡谷，那些幽冥狼就像见了鬼，四散奔逃。毕竟他们只是宗门养的家畜，时间到了就得被处理。师兄，你跑慢点，等等我啊！叶诗瑶在后面扯着嗓子喊，可你哪有空理他？为了排名，你见狼就打，速度快得飞起。突然，一个让你不是到骨子里的声音传来：苏子安！你猛地停下，回头，果然是秦婉。他像没骨头似的腻在陆阳怀里，脚下的飞剑悬在半空，居高临下的看着你。天上一个炼气大圆满，2个炼气9层，地上上百个赤霄崖的弟子迅速围了过来，把你堵得严严实实。叶诗瑶那小子一见这阵仗，掉头就跑，连个招呼都不敢放。苏子安，听说你一个5行杂灵根，居然修到了炼气6层。陆阳驾着飞剑落到你面前，皮笑肉不笑，过来，我帮你看看，是不是搞错了？你当然是用了藏息术，把修为压在了炼气6层。看着他一步步逼近，你一步步后退，满脸写着抗拒。放心，陆阳的笑意更冷了。小婉是我的人没错，但你在擂台上是公平赢的他，我不会为难你。话锋一转，他图穷匕现，只要你乖乖交出身上的机缘，我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原来如此，这家伙是看上你根本不存在的机缘了。你假装顺从地点点头，就在他们以为你准备就范的瞬间，跑！幽影步催动到极致，你的身影瞬间化作鬼魅，只留下一串残影。给我追！陆阳暴怒的声音在身后炸响。然而，就算他们能御剑飞行，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你的影子消失在林子里。没多久，他们就把你跟丢了。你一路狂奔，钻进一个山洞，这里原本是幽冥狼的老巢，现在全被你赶了出去。你在洞口布下唯一的阵法，演气阵，人站在阵里，外面谁也看不见。那家伙区炼气6层，怎么跑得跟鬼一样？2个炼气7层的赤霄崖弟子搜了过来，在你藏身的洞口附近停下。算了吧，人家有大机缘，就算抓到了，好处也轮不到我们。另一个务实的家伙说，那边有个山洞，不如进去解决几头狼，冲排名。很好，鱼儿上钩了。当他们一脚踏进演气阵的范围，看到的是你早已举起的灵剑，剑光一闪，2人甚至来不及反应，当场被重创。你麻利的搜刮了他们身上的东西，然后把残骸往阵法外一扔，成了。新鲜的鱼饵，你守在阵法里，目光冰冷，想法却极其大胆，用这2具残骸当诱饵，调更多的赤霄崖弟子过来，来一个解决一个。2天下来，洞外的残骸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丘，浓郁的异味引来了不少幽冥狼。你就像个耐心的渔夫，一边钓人，一边清狼。黄阶幽冥狼解决了20头，赤霄崖弟子解决了多少你都懒得数了。为了不暴露身份，你戴上了百相魔的面具。又过了3天，残骸堆散发的恶臭让你自己都快待不下去，你这才不情不愿的收手。300多枚黄阶金盒，应该能进前列了吧？你清点着乾坤袋，收获满满，其中大半都是从那些倒霉蛋身上缴获的。另一边，师兄派出去的人一个都没回来，他们该不会……一个炼气9层的修士对陆阳低声说，语气里满是恐惧。一个炼气6层能翻起什么浪？陆阳嘴上强硬，脸色却已经难看到了极点。如今峡谷里的幽冥狼开始疯狂反扑，他自己都焦头烂额，岂有此理！这届试炼怎么这么多人都他妈会用演气阵？陆阳爆了句粗口，气得想骂娘。据说是有个混蛋在试炼前低价散播阵法图，把谁搅浑了？师兄小心！就在这时，一头黄阶巅峰的幽冥狼王猛地朝他扑来，陆阳吓得立刻驾驭飞剑升空，紧接着10几头黄阶巅峰的幽冥狼从4面8方围了上来，狼群规模之大，根本不是他们3个人能应付的。2个跟班也赶紧御剑飞起，唯独那个负责捡金盒的秦婉被忘在了地上。师兄救我！秦婉发出绝望的尖叫。陆阳回头看了一眼，又扫了一眼地面上密密麻麻眼冒绿光的狼群，心一横，冷酷的喊道：师妹，你撑住，我去找人来救你。说完，头也不回的飞走了。狼王被秦婉的叫声吸引，猩红的舌头滴着口水，猛地一扑，锋利的狼牙在他脸上划开一道深长的伤口，剧痛让秦婉惨
惨叫，可狼群已经将他团团围住。就在这时，他从乾坤袋里掏出一个铜钟，灵力注入，铜钟瞬间暴涨，将他死死罩住。任凭狼群如何撕咬，都无法破开这件灵宝的防御。咱们真不管小婉师妹了。一个跟班心有余悸的问，对他早就没兴趣了，为他冒险不值得。可他天赋那么好，苍穹真人要是怪罪下来，天赋好有什么用？陆阳直接打断他，他有我这样的爹吗？他随即下令，你们两个去出口守着，给我抢！所有出来的低阶弟子，每人交1成金盒，再去会会那个苏子安。比起抢劫，他现在更在意的是你身上的大机缘。然而他遇见在峡谷里兜了一大圈，连你的鬼影子都没找到，倒是另一道绝美的身影吸引了他的目光。一个身穿主峰弟子服饰的少女，孤身一人，身姿婀娜。这位师妹，陆阳悬停在他面前，若能与我同行，试炼排名我可助你一臂之力。少女目光一寒，长剑瞬间出鞘，哟呵，敬酒不吃吃罚酒。陆阳脸色一沉，炼气大圆满的威压猛地爆发，可那少女竟丝毫不惧，剑光璀璨，直接硬汉。更让他震惊的是，少女的身形突然化作无数光影，竟是完整的星河幻影剑。陆阳不敢再拖大，全力一击斩出，谁知这足以秒杀同阶的一剑，连少女的护体罡气都没能破开，反倒是少女在硬接一剑后，气息陡然暴涨，同样攀升到了炼气大圆满。你这家伙用了什么邪术？陆阳惊了，立刻后退，疯狂往嘴里塞丹药。少女哪里会给他机会，攻势如潮，眼中红丝密布，像是杀红了眼。你必须付出代价。二人激战正酣，你循着剑鸣声悄然靠近，一个鬼脸面具，一身肃杀之气，鬼面人。那少女见到你，仿佛看到了救星，他是赤霄崖的弟子，快出手！这段时间，鬼面人专清扫赤霄崖弟子的传闻早已在峡谷内转开。你扫了一眼，2个炼气大圆满，这可不是你能掺和的。你毫不犹豫，转身就走，大概退到20丈开外，你停了下来，从乾坤袋里取出一把弓弩，弯弓搭箭，神识如针，瞬间锁定陆阳的气机。就在陆阳高高跃起，准备用出凌天一击的瞬间，嗖，箭矢破空，精准的命中了陆阳的屁股。陆阳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回头看见是你，气得5脏俱焚，区区炼气6层，你这家伙也敢偷袭我！仇恨瞬间转移，他放弃少女，疯了一样朝你扑来，一道狂暴的剑气隔着20丈就斩了过来，瞬间击碎了你的护体罡气。炼气大圆满，果然强的离谱，哪怕你真实修为已是炼气8层巅峰，也毫无胜算。陆阳转瞬即至，又是一剑，枪！你眼疾手快，掏出保命法宝赤阳盾，上品防御灵宝面前，他狂风暴雨般的攻击就像是挠痒痒，几剑下去，他的灵剑反而承受不住反震之力，轰然碎裂。就在这一刻，一把青钢剑从他背后洞穿了胸膛，是那个少女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刺出了致命一击，随后他也体力透支倒了下去。你收起盾牌，毫不客气地将陆阳腰间的乾坤袋摘了下来，你本想把那少女的也顺手牵羊，可看着他苍白的脸，终究还是下不去手。你甚至破天荒的大发善心，从陆阳的袋子里摸出一枚氧气丹，塞进了他嘴里，还守在他身边，以防幽冥狼来袭。夜幕降临，少女醒了，峡谷的夜晚漆黑如墨，只有你们的篝火噼啪作响。他醒来后，先是警惕地检查了自身和乾坤袋，发现毫发无损，这才松了口气。谢谢你的氧气丹，他轻声开口。3枚灵石，你刚炼化完1枚丹药，修为隐隐有了突破的迹象，头也不抬的报价。他二话不说，直接丢给你一个装着灵石的袋子，我给你300，你毫不客气的收下。接着你开始清点自己的金盒，你居然有这么多！少女惊愕的看着你面前那堆积如山的金盒，数量快300枚了。你立刻警惕的把金盒收了起来，被人惦记的感觉很不好。我用灵石跟你换，可以吗？他见你有了兴趣，立刻开价，1枚金盒，10枚灵石。你眼睛一亮，这价格血赚！但你马上想到宗门的奖励，当即冷下脸。这个价格，我手上这些就值3000灵石，可3000灵石连1枚劣等筑基丹的渣都买不到。你当我不明事理？等我拿了魁首，筑基丹可以给你。他的话让你越发觉得不对劲，1枚筑基丹再加3000灵石，够了吧？你冷冷的盯着他，你就这么想要这个第一的名头？他沉默片刻，终于吐露实情：试炼魁首可以进入太虚秘境修炼1年。这地方你听都没听过？太虚秘境的时间流速是外界的3倍，里面1年，外面才过去3年。他解释道：我想凭此逃。紧接着他自报家门，道出了自己的秘密。他叫洛宁，主峰弟子，极品灵根，被2长老看中，可首席长老却想强迫他和自己的孙子结为道侣，他不从。首席长老就威胁要让他撑不过今年。你想逃去太虚秘境？你皱眉，那里是宗门禁地，而且你的本命精华在宗门手里，跑得掉吗？我有一本秘法换元秘术，可以重塑气机，让命牌失效。他眼中带着一丝绝望。3000灵石是我全部家当了，你如果不愿意，我也没办法。你沉思片刻，忽然有了个主意，不如这样，你提议道，你帮我解决2个人，事成之后，金盒可以给你，出口那2个炼气9层的无耻之徒必须除掉。可以，为了自由，洛宁一口答应。得到答复，你立刻又吞下1枚丹药，药力化开，你丹田内的灵力轰然暴涨，一股强悍的气息席卷而出。你突破了。洛宁震惊地看着你，炼气9层，他一个极品灵根，14岁才到这个境界，你才多大？这简直离谱！峡谷出口，2名炼气9层的赤霄崖大修正像门神一样拦住几百名弟子的去路。新来的，交易成金盒出来，不然我的剑可不长眼。其中一人目光落在了刚走到这里的你，鬼面人身上，见你只有炼气6层的修为，他一脸不屑。你根本没理他，而是转身对着那几百个敢怒不敢言的弟子大喊：大家一起上，解决这2个强盗，金盒平分。然而回应你的只有一片死寂。那些人纷纷把头扭开，假装没听见。小子，你在自寻麻烦。2名大修勃然大怒，驾驭飞剑朝你冲来。我呸！你朝他们啐了口唾沫，撒腿就跑。2人立刻追了上去，你一路狂奔，将他们引入山林，逼得他们不得不降低高度。就在其中一人凝聚火球，准备给你致命一击时，你神识早已锁定，幽影不发动，瞬间闪开。这个身法，你是苏子安。2人顿时反应过来。也就在这时，洛宁的身影从眼气阵中暴起，剑光横扫，2人硬扛下这一击，护体罡气剧烈震荡，而你早已折返回来，炼气9层的真实修为毫无保留的爆发，秋水剑出，配合鬼魅般的身法，2
两人甚至没来得及发出惨叫，便被当场拿下。你第一时间夺走他们的乾坤袋，400多枚金盒，这两个家伙刮得真狠，把这些给我，足够了。洛宁走上前，金盒给你，我的筑基丹怎么办？你还是不放心？我若食言，你大可去向首席长老告发我。话说到这个份上，你才把大部分金盒给了他。峡谷出口外，长老们早已等候多时。苍穹长老，令郎今年估计又是魁首，这次可得好好庆贺一番啊！一个长老满脸谄媚，哈哈哈！我已在赤霄崖备下酒宴，届时还请诸位赏光。苍穹真人满面红光，环视四周，仿佛胜利已是囊中之物。毕竟他儿子炼气大圆满，还有2个炼气9层的死士跟着，怎么可能输？很快，7天时间到，试炼结束，阵法打开，几百名弟子鱼贯而出。最先出来的自然是那些修为低微的弟子，近千人走出了峡谷。苍穹真人却越看越心惊，不对劲，怎么一个御剑飞行的都没有？他儿子最喜欢在这种场合出风头了。苍穹师兄，令郎为何还不出来？有长老也发现了问题，哈哈，许是还在猎杀妖兽，耽搁了。苍穹抢笑着解释，同时悄悄捏碎了一张传讯符。我儿陆阳速速出谷。然而又过了半个时辰，排名都快出来了，陆阳还是没出现。突然，不知是谁喊了一句：“苍穹长老，不对劲啊！为什么你们赤霄崖的弟子一个都没出来？”这一声如同晴天霹雳，苍穹猛地站起身，神识疯狂扫过那近1000名弟子，真的一个赤霄崖的弟子都没有。师兄，情况不妙。另一位赤霄崖长老石玄脸色煞白，下一秒，两人再也顾不上规矩，化作2道流光，风了一般冲进了峡谷深处。眨眼的功夫，苍穹真人就抱着他儿子陆阳的残骸飞出了峡谷，紧跟其后的石玄长老脸色也跟没了亲人一样难看，他的储物袋里装着上百具已经发臭的残骸，长老们都闭着嘴，没人敢出声，只有裁判长老扯着嗓子喊：炼气7弟子试炼结束，魁首主峰弟子洛宁，金盒500，赏筑基丹1枚；第2名清玄峰弟子苏子安，金盒450，赏灵石1万。你走上前领了那1万灵石的奖励，但就在你把灵石塞进储物袋的这几秒钟，那个先你一步领奖的洛宁人不见了，你心里咯噔一下，顿感不妙，神识瞬间铺开，你立刻锁定了他的气息，想也不想就追了上去。那女人一离开峡谷，竟直接御剑飞向了太虚秘境。你虽然到了炼气9层，但压根没时间练御剑飞行，只能把幽影步催动到极致，在地上死死跟着。洛宁师姐，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你带着善意的微笑在下面大声提醒他。洛宁低头一看，见你穷追不舍，冷冷的回了一句：苏师弟，人我帮你解决了，3000灵石也给你了，你还想怎样？你答应我的筑基丹呢？你的语气沉了下来，我才是魁首，筑基丹当然归我。他撂下这句话，猛地催动飞剑，拔高了飞行高度，瞬间脱离了你剑气的攻击范围。你见状，立刻从储物袋里掏出弓箭，对着天上的他连连射击，可惜太远了，加上他高速移动，你的箭矢全都落了空。你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飞进了太虚秘境，用他的魁首令牌轻松通过了守护大阵。等你赶到阵法前，你的令牌一点用没有，这鬼地方只认魁首。阵法里，洛宁安全落地，他回头看你，那张绝美的脸上浮现出一抹赤裸裸的得意。苏师弟，我要去海域了，山水有相逢，江湖再见。他甚至还俏皮的冲你眨了眨眼。紧接着，他走到一块刻满古文的石碑前，指尖翻飞，灵力涌动，直接激活了传送阵。在他身形消失的最后一刻，他又回头瞥了你一眼，那副你能把我怎么样的欠揍表情，深深烙在你脑子里。呼，你长长吐出一口浊气，那可是筑基丹，一枚完好无损的上品筑基丹，价值整整5万灵石，岂有此理！你狠狠一拳砸在阵法屏障上，巨大的反震力把你震退了好几步。这修仙界，人心果然喂不饱。你感叹一句，转身回了住处。不过这次也不算本钱无归，光是清扫赤霄崖那帮愚笨之人，就让你捞了不少秘法和灵石，还有几件品级不算差的灵器。你仔细清点了一下，身上现在不多不少，正好5万灵石。正当你纠结是该继续砸钱培育炼体的灵药，还是用这笔钱去买1枚筑基丹时，叶世瑶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师兄，师尊找你。你打开门，叶世瑶一张脸拉得老长，凶巴巴的瞪着你。我在峡谷里怎么找不到你？你倒好，拿了个第2名，就完全不管我安危了是吧？他噼里啪啦的把在峡谷里受的委屈全倒给你，但你压根没理他，径直走向正堂。开什么玩笑？当初你被围攻的时候，他扭头就跑，你可是看得一清二楚。来到正堂，师尊灵虚正悠哉悠哉的品着茶，他一见你进来，脸上立刻堆满和蔼的笑容。好徒儿，快坐，快跟为师说说，你是怎么在峡谷里弄到那么多金盒的？你找了个位置坐下，然后面不改色的开始胡编乱造，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运气爆棚的捡漏王。至于清扫赤霄崖弟子的事，你一个字都没提。这么说，赤霄崖弟子的陨落和你没关系了？灵虚试探性的问。弟子哪有那么大本事？你一脸无辜，倒是听说有个戴鬼脸面具的女人到处追击赤霄崖的人，弟子猜她就是这届的魁首洛宁。你的回答滴水不漏。灵虚点点头，没再追问。与此同时，赤霄崖这里现在是全宗最热闹的地方，一群看热闹不嫌事大的长老正聚集在此。苍穹本来摆好了宴席，准备庆祝儿子陆阳蝉联4届魁首，结果呢，儿子没了，赤霄崖的炼气7弟子全军覆没了。可这群长老还是照常赴宴，坐在宴席上大吃大喝，品尝着山珍海味，气氛诡异到了极点。大殿正中央，苍穹没管那些人，他儿子陆阳的残骸就摆在那，盖着白布，他就那么颓废的坐在旁边，老泪纵横。就在这时，一个半张脸结着恐怖伤疤的女孩走了进来。苍穹看到她的瞬间，吓得魂飞魄散，失声尖叫。苍天，他哆哆嗦嗦的念着稳固到心的咒语，好半天才缓过来，冲着女孩怒吼：哪里来的怪物，给老夫滚出去！他抬手就要打出法力，那女孩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师尊，我是小婉啊！秦婉哭得痛苦万分，刚愈合的伤口瞬间崩裂，精液混着泪水往下流，被陆阳抛弃，被毁了容，现在连最疼他的师尊都认不出他了。你是小婉？苍穹终于认了出来，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秦婉这才抽抽搭搭的把峡谷里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的全说了出来。胡说，陆阳那么宠你，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苍穹猛地站起身，背对着他，不敢再看那张可怖的脸。师尊，徒儿说的都是真的。秦婉哭得更凶了。够了，陆阳已经没了，这事到此为止，不要再提。苍穹冷着脸把秦婉赶了出去，然后
继续守在儿子的残骸旁。我儿放心，为父一定让害你的人付出代价。他抹了把眼泪，语气狠厉的像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话音刚落，二长老石玄火急火燎的冲了进来。师兄，查到了，查到了！他手里捏着一枚玉简，噬魂老祖通过洗炼陆阳的魂魄，找到了他陨落前的记忆。苍穹一把抢过玉简，贴在额头，瞬间，陆阳陨落前的画面清晰的涌入他的视海。主峰弟子洛宁，还有一个鬼面人，他身上穿着清玄峰的弟子服饰，炼气6层。不对，他隐藏了修为，是他，一定是他。尽管记忆里你戴着面具，但苍穹立刻就联想到了你。试炼开始前，他可是亲口命令儿子去抢你身上的大机缘。现在看来，你的机缘大到能反击他整个赤霄崖的弟子。可是师兄，光凭这个定不了他的罪。石玄提醒道，他戴着面具，刑罚堂不会认的，那就先治那个女人的罪。苍穹咬牙切齿，先办了那个试炼魁首。洛宁，另一边，你回到了清玄峰，你闲来无事，打算去找赵浩然聊聊。可推开他的房门，里面空无一人，只有桌上留了一封信。清玄峰虽好，但我感觉待在这会懈怠，我回砸一堂劈柴去了，既能挣贡献点，又能锻炼体魄。有时间来看看我。赵浩然看完信，你无奈的摇了摇头。确实，你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他好不容易修炼到炼气2层，你却已经炼气9层，这种令人窒息的差距感，对他来说是种折磨。处理完杂事，你开始专心修炼御剑飞行。时间一晃，冬去春来，你已经能熟练的驾驭飞剑，来到了木青的药园。你把价值5万灵石换来的3包珍贵种子交给他，又顺手帮他加固了一下药园的阵法。这些灵植可是你下1年的指望，可不能出岔子。做完这些，你又飞到了昭告碑前，准备接点任务。这几个月，你的修为已经达到了炼气9层大圆满，离筑基只差临门一脚。只要再凑齐5万灵石，买到1枚筑基丹，你就能成为受人敬仰的筑基大修。你来的挺巧，刚好看到一个镇守任务，宗门以西的一座仙城要举行一场大型拍卖会，急需10名强者镇场子，最低要求炼气大圆满。你正好达标，顺手就接了。跟你同行的还有2名筑基大修和7个跟你一样的炼气大圆满修士。你们一行10人御剑抵达仙城，直接被安排在了拍卖会主场的边缘位置，任务就是当人肉背景板，维持秩序。听说这次万宝商会搞到了远古遗迹里的好东西，价值连城啊，可不是吗？不然能请咱们九霄道门的人来镇场。台下的议论声中，一个身着红衣的艳丽女子扭着腰走上台。第一件拍品，中品灵气飞云剑，起拍价20枚灵石，30枚。场子很快热了起来，但真正的大佬们都稳坐泰山，显然在等压轴的好戏。直到第10件拍品上台，一个看客猛地站了起来，你们10个护卫的神识瞬间锁定了他，竟然是生机续骨丹。那人惊呼，可以肉白骨的3品疗伤丹药。这丹药一出，不光是台下的看客，连你也心头一热。3品丹药，生机续骨丹，起拍价1万灵石。这价格一出，大部分人都蔫了。最终，丹药被一个筑基散修以18000灵石拍走。第11件拍品，生机续骨丹，单方，起拍价6000枚灵石。你心中一惊，单方也能卖？这单方被施加了禁制，一旦打开，3息之内就会烧光，只有神识强大的修士才能在短时间内记下。最后，单方以8000灵石的价格被一个炼气8层的修士买走。终于来到了最后一件拍品，接下来是本场拍卖会的压轴宝物，上品灵植菩提古树。艳丽女子话音一落，全场皆惊。2个杂役抬上来一个盆栽，里面是一棵巴掌大的小树苗。此物没有起拍价，诸位随意出价，价高者得。女子话音落下，台下一片死寂，没人敢出价。这玩意太烫手了，就算你用1块灵石拍下来，出了这个门，下一秒就会被人大卸8块。见没人敢拍，女子只好继续加码。此物若是流拍，本商会将当众销毁。最后是息，不限价格，10、9、3、2。全场依旧寂静无声，请灵火焚种。艳丽女子高喊一声，眼里满是不甘。一名杂役正要掐诀点燃灵石，将这株神物烧成灰烬时，一个嘶哑的声音响彻全场：1万枚灵石，我要了。出价的是个身穿素衣的枯瘦老者，修为才炼气7层。他佝偻着腰，声嘶力竭。艳丽女子挤出一抹笑容，恭喜这位贵人拍得菩提古树。等等，老者又开口了，老夫有一个条件。贵人请讲。这10位九霄道门的弟子，老夫要请1位，护送我1程。事成之后，老夫愿出2万灵石作为答谢。这算盘打得精啊！但你们10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傻。这时候护送他，跟自寻麻烦有什么区别？见没人站出来，老者摆摆手，转身就要走。罢了，看来老夫与此物无缘。等等，我愿意护送你。你站了出来，师弟，你长点心吧，这种任务你也敢接？旁边一个筑基修士嘲讽道：嘿，富贵险中求嘛，你心里清楚。正常做任务，1天下来撑死1000灵石，现在正是缺钱的时候，不拼一把，筑基遥遥无期。枯瘦老者看了你一眼，见你目光清澈，不像坏人，便点了点头。交易完成，老者抱着菩提古树，紧紧跟在你身后。2人快步离开了拍卖会。你们前脚刚走，后脚就有无数道气息锁定了你们。你二话不说，直接御剑起飞，带着老者全速狂飙。修，一柄飞剑擦着你的脖颈飞过，险些将你割喉。好在你的神识够强，提前预判，惊险躲过。小家伙有点意思。一名筑基修士狞笑着追了上来，你一头扎进了下方的丛林，在林中高速穿行，极度考验神识和反应力。果不其然，那筑基修士的速度立刻慢了下来。但天上一群穿着统一制服的炼气9层修士，正用一个罗盘法宝死死锁定着你。就在这时，身后的枯瘦老者咬破手指，掏出一张符箓，现场画符，赫赫扬扬，妖魔退场。符箓飞出，在空中化作一团烈火，轰然炸开，瞬间逼退了天上的追兵。紧接着，他又掏出一张符，抽空了全身灵力，画出一道护体金符。砰！那筑基修士一头撞在金色屏障上，被弹飞了出去。等你回过神来，他已经被你甩得没影了。最后，老者又画了一张符，将你和他的气息完全掩盖。你们一路飞窜，终于抵达了一处隐秘的山谷。小友，进来坐坐。山洞里，老者给你沏了壶茶，然后
后递给你一个储物袋，这是答应你的2万枚灵石。随后他又拿出一纸文书，这是契约法宝，若你能在上面写下绝不泄露此地隐秘的承诺，老夫再送你一桩机缘。你毫不犹豫地写下承诺，又按他的要求加上一句日后除非老夫相邀，不得再踏入此地半步，并滴上了一滴本命精华。老者说，一旦违背，轻则修为尽丧，重则陨落消散。老人家，你说的机缘是什么？你问。老者这才带你走出洞府，来到一片药园前，跟着我的脚步，走错一步，性命不保。他指着几株年份极高的灵植问你，可识得此物？你摇了摇头，此乃4叶灵心草、金参果、玉髓叶，三者皆已过100年，混合服用，功效远胜筑基丹。小友若喜欢，尽管拿去。老者语气豪爽，眼神里却满是不舍。这给我，你震惊了？不给你，老夫也无缘享用。老者脸上愁云密布，老夫伺候了他们100年，如今寿元将近，修为才炼气7层，为了筑基活了半辈子，最后还是一场空。你将3株神药收入囊中，心里五味杂陈。小友再看，老者指向那辽阔的灵田，老夫一生心血都在此处，若你能为老夫续命100年，这些我可全部拱手相让。你大致扫了一眼，那些灵植年份极高，药力惊人，其中甚至有你炼体所需的碧玉参。我听说3品续命丹可续命100年，你提了一句，可这片地界没人会炼。老者一脸绝望，那我先行告退了，日后若遇上续命机缘，定会转赠道友。你抱拳行礼，匆匆离去，回到万宝商会，其余9个同门正在大吃大喝。师弟回来的这妖巧，一个筑基修士招呼你坐下，师弟可将那老者安全送回。另一人急切地问，你摇了摇头，随口编了个瞎话，半路遇上劫机，还有筑基修士，我见情况不妙，就扔下他自己跑了。契约在身，你半个字都不会多说。9族饭饱，你们回宗复命，你顺利领到了1000灵石的奖励，但这一趟你的总收获是21000枚灵石，外加一份远超筑基丹的灵药。你回到房间，迫不及待地将3份灵芝捣碎，一口吞下，轰！强大的药力在你体内炸开，贯穿4肢百骸，你感觉身体快要被撑爆了。等你将药力全部炼化，已经是1个月后。我这是成了还是没成？你内视丹田，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诡异的状态。你的5行灵根中，只有1道灵根被药力淬炼，达到了筑基层次，而另外4道还停留在炼气境。你完成了1/5的筑基，成了，但没完全成。你陷入了两难，是封闭其他4道灵根直接向上修炼，还是想办法把5道灵根全部筑基？为了解惑，你找到了师尊灵虚。灵虚仔细探查了你的情况后，神色凝重，你的灵根资质为师前所未见，但筑基乃是修行第一步，根基必须稳固。若你现在强行修炼，将来恐怕会留下无法逆转的隐患。一为师之见，你必须将5道灵根全部筑基成功，再谈其他。说完，他从储物袋里拿出一枚药香4溢的丹药，这是筑基丹，本是为你师妹叶诗瑶准备的，如今你急需，就先给你吧。师尊，你有些犹豫，这等于抢了叶诗瑶的机缘。拿着，灵虚把丹药强行塞到你手里，别婆婆妈妈的了，你现在还差3份筑基资源才能彻底成功，推脱什么？